哼，我这次可是把我看家的心理学拿出来出招的，看我这个女状元能不能把他给治了。本王也想看看你俩的对决。不是我和他，是郡主和他的对决。不出5日，大王爷从军营回来就知分晓。好，本王回来就看看你的治疗结果如何。要不这样，你现在就告诉本王你用什么法子，本王可以为你参考参考，能不能行？王爷，这是犯规，我可不傻。等你回来赏些好东西给我就行了。好好好，本王答应你，等你的好结果。两人聊了许多话题，最后实在是累得不行，紧紧的相拥，一夜好眠。第2日，天蒙蒙亮，慕容浩就醒了过来，他想让林云熙多睡一会儿，于是他轻轻的起身，他一起身，林云熙就醒了。林云熙坐起身来，丫头，你没事多睡会儿，本王先走。我要为王爷更衣，不然就要5日后才能见到王爷了。那么想本王啊？我会很想你的。那来吧，为本王更衣。王爷，您的戎装已经准备好了，是否现在拿进去？进来吧。是。这夏管家呀，恭恭敬敬地端着戎装进了卧房。放下就出去。是。夏管家放下戎装，关门出去了。今日本王直接去军营，丫头，直接为本王换戎装吧。林云熙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古代人穿戎装的样子，就是军队的军装。再看看这桌子上的戎装，这怎么好像很复杂的样子呀？王爷，这戎装怎么那么多层啊？怎么穿的？要不叫夏管家进来？不要，我来。今天我就要把它学会。那好，本王教你。戎装和其他服饰差不多，把里面的衣服穿好之后，在外面穿戴上盔甲就可以了。你试试。好，我试试。林云熙可不是个傻子，大概看了一下就差不多会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穿戴整齐、一身戎装的慕容浩就出现在了他面前。那么喜欢看本王穿戎装啊？看你口水都要掉下来了。这简直是制服诱惑好吗？慕容浩，你知道吗？你太好看了。你这丫头，不知道戎装的盔甲是硬的吗？让本王看看，伤到哪儿了？哎呀，失误，色令智昏，就是碰到了左臂上的伤口了。没事的，这盔甲确实硬啊。哎呀，以后小点心，自己是大夫还那么莽撞。好，知道了。王爷，我想亲你可以吗？要5日后才能见到你呢。本王喜欢你，想亲就亲，不要问。这话还没有说完呢，林云熙就突然吻了上来，俩人双唇交织，本想简单的早安吻，却在不知不觉中渐入佳境。这吻已经无法停息，两个人慢慢的深探着对方的唇齿，感受对方的温柔。他的吻，他的气息，他的体香，他的一切都让林云熙着迷。两个人忘我的吻着，直到慕容浩的手开始不听话了，林云熙这才清醒过来。王爷，你快走吧，记得想丫头。想你，我的丫头。慕容浩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卧房，走了没多远转过身，丫头再睡会儿，别累着。走吧，等你回来。卯时，少妇府韩章院，少妇范宁文起身，她每日都会到国子监给宫里年幼的皇子公主们上课，7年如一日，从未改变过。郡主在她之前就起床，打理好了一切，故意在她面前先一步出门。这范宁文就在门口看到郡主上了自家马车，离开了少妇府。他没有问下人，望了望远去的马车之后，上了马车。明星郡主坐着马车来到了自己出嫁时母亲给她的一处宅子。柳枝，刚刚本郡主出门，大人有没有看我上马车？回郡主，奴婢刚刚偷偷观察了，大人是看郡主上了马车，然后看我们走了很远后，他才上了自己的马车的。那就好，先给我准备早膳，好久没起那么早了，原来起早会那么饿的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吃过香喷喷的早膳过后，天色已经是大亮。慕容雪好久没有出门看过自己在京城的各类铺子了，今日左右也是闲来无事，到处看看也好。那日林大夫的计策第一步就是要他比夫君晚回家，这一整日的不逛自家的铺子，他还当真是不知道去干些什么了。这一日，慕容雪逛了自家的胭脂水粉铺、绸缎铺、当铺等，一天下来可是累得不行。夜幕降临，柳枝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回郡主，现在是酉时了，大人应该准备回府了。啊，那就回府吧，比大人晚回府就好。
慕容雪坐着马车，她算准了她夫君每日回府的时间，只要在她后面回家就行。她这刚回到少妇府门口，就看到自家大人刚刚下了马车。慕容雪的马车在后面停下之后，慢悠悠的下了马车。夫君好巧啊，散学了？夫人这是从哪儿回来？到处逛逛。夫人这是逛了一天？是的。夫君回府吧，我累了，就不准备晚膳了，你自己用膳吧。慕容雪话落，急匆匆地走回了她的明华院，留下范宁文在门口独自凌乱起来。这以前他每日回府，慕容雪总是在门口相迎，和他一同先进他的含章院，然后吩咐下人做晚膳。虽然二人之间感情没有那么好，但是用晚膳还是一直一起用的。今日让他自己回院子，还叫他自己用膳，这郡主今儿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想必是今日慕容雪逛了一日累了吧。他不再理会，径直回了自己的含章院。他吩咐下人做晚膳，自己在膳厅一个人用膳。这怎么今日就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了？范宁文正在用膳，就听到隔壁明华院传来了嬉闹声。今日本郡主高兴，学了一道很奇特的菜式，今日我院子里的下人全部有份，大家不要拘束，都一起来尝尝。下人们看到院子里摆着火炉，火炉上满满一大堆的烤肉串，一个个口水都流下来了。郡主，这叫什么菜啊？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。这叫烧烤，今日刚刚学会的，可好吃了。范宁文蹙着眉，叫来下人询问明华院的状况。回大人，郡主在明华院里请下人吃了一些新的食物，听说叫烧烤，那味道可真香啊！郡主还赏了下人们喝美酒，说今日是郡主开心的日子，她要好好的大吃一顿。郡主没叫我去。大人，这倒没有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慕容雪还是和昨日一样，比范宁文早一步出门。范宁文看他走远的马车，还是没有问身边的下人郡主去了何处。下午算好了时间，还是比范宁文晚一步回府。和第一天的操作一样，没有给他准备晚膳，更没有和他用晚膳。慕容雪在自己的院子里又开启了宴会模式，今日做的吃食叫做火锅。大家快来，郡主我今日又学会了一个新鲜玩意儿，叫火锅，大家快来一起尝尝，还有好酒哦。范宁文闻到了隔壁传来火锅的香味儿，他再看了看自己吃的这一桌饭菜，顿时就觉得索然无味了。放下碗筷，一个人走出了含章院。他走到明华院大门的时候，那大门就开着，坐在上首的女人就是郡主，她笑容满面，开心地吃着。灯光照过她迷人的脸庞，范宁文心下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划过，他只感觉自己的心痒痒的。他还是没有走进去，在门口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第三日，慕容雪还是比他早一步出门，这次他连招呼都省了，直接上了马车径直而去。这几日夫人每日那么早出门，做什么去了？回大人，小的不知。护卫，你今日去看看夫人做什么去了。是。护卫领命，消失在了街角中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范宁文散学，他今日特别急迫的想回府，看看那侍卫得到了什么消息。范宁文刚到府门，就看到自家夫人的马车从远处缓缓而来。多谢公子今日的宴请，也多谢公子相送，若有缘分，我们再会。说完，慕容雪扭头就往府门的方向走了。面具男子唇角带笑地望着慕容雪回了少妇府。范宁文完整地看着这一幕，热血冲向头顶，充满血丝的眼眸看向被柳枝扶着的慕容雪。他想发火，可是这是在外面，他也要脸呀。夫人今日去哪里了？刚刚那男子是谁？我去酒楼了，那公子不认识。你不认识？不认识人家送你回府？看范宁文生气了，慕容雪心中暗笑，可是面上却还是继续醉醺醺的道：这不用你管，你都没有管过我，现在就不要管了。不等他说话，慕容雪踉踉跄跄的走了，留下范宁文在一旁都要气炸了。他急匆匆回到自己的含章院，吩咐下人找来了今天早上出去探听消息的护卫。回大人，今日夫人一早就去逛了他名下的当铺、绸缎庄、酒铺，在酒铺拿了不少好酒，到了他名下的酒楼。晌午时分，一直在酒楼招呼客人。后来进来一名面具男子，说要上好的雅间。夫人和小儿上楼招呼，后来不知他们说了什么，夫人就和那面具男子一起用膳。不过大人放心，他们用膳时房门都是开着的，里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他们只是用膳。后来夫人不胜酒力，面具男子说要送夫人回府，夫人拒绝了，但是那男子还是坚持跟着夫人的马车回了府。能不能查到那男子是什么人？属下无能，那男子过于神秘，无法查到。好，知道了。明日夫人再出门，你继续跟着。
是。护卫退下之后，隔壁传来慕容雪爽朗而娇柔的声音：“大晚上的，慕容雪为何如此大笑？”他蹙了蹙眉，叫来小厮问道：“你去打听一下，夫人现在在明华院里做什么？为何如此大笑？”是。小厮去了一趟明华院，他敲了敲门，是慕容雪贴身的丫鬟柳枝开的门。柳枝姑娘，刚刚夫人在屋里大笑，这是为何？夫人大笑岂是你能问的？回去吧，大半夜的不要来打扰夫人休息。小厮只好乖乖的回韩章院复命。回大人，夫人的贴身丫鬟没告诉奴婢夫人为何大笑，奴婢被轰出来了。岂有此理！这少妇府的丫鬟都如此嚣张了吗？下去吧。小厮退下去之后，范明文的脸却是涨得通红，他冷冷地看着明华院的方向。夫人，跟我去韩章院，我有话要说。大人，我现在头好晕，先回我的明华院歇息了，有事明日再说吧。不给范宁文开口的机会，他一个转身就和柳枝回了明华院，留下可怜的范宁文在原地火冒三丈。黄昏，太阳西下，夏日炙热的气息慢慢散去。这怒气未消的范宁文刚刚沐浴完，正准备看书，又听到隔壁明华院传来慕容雪娇媚的大笑声。今日他一定要去看看这个慕容雪到底在干什么。他穿好外衣，怒气冲冲地走出了自己的韩章院，往明华院冲去。柳枝看到范宁文过来，他大吃一惊，今儿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大人可是7年来第一次进入明华院的大门呐。此时慕容雪的卧房里又传来了他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。范宁文愤怒而好奇的大步往内走。大人来了。范宁文听他这话，心中怒火更甚。7年都没来过他的明华院，今夜来了，他就一句话：夫人在看什么书？他努力压下心中的怒火，说完之后上前一把抢了慕容雪手上的书籍，翻了翻里面的内容，翻了几页，发现是时下流行的小画本，是少女怀春时最喜欢的内容。你个妇道人家，怎么开始看这样的书了？林云熙说了，他越生气效果越好，这效果真是不错哎。大人，我是女人，怀春一下不是正常的吗？里面主人公2人那么幸福的相爱，真让人羡慕。你这几日都去干嘛了？没去哪儿啊，我去看看我名下铺子的生意如何。大人，这有何不妥吗？这2日送你回来的男子是谁？男子？哦，那个戴面具的，我还真不认识啊，就是一个一起喝酒的朋友。慕容雪，你可知，你也是我范宁文的夫人，你不知避嫌吗？大人，这2日你好像有派护卫跟着我吧，我可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以后不能和那人再有来往。大人，你今日来明华院就是来和我吵架的吗？我是人，我也需要有朋友。你7年对我不管不顾的，今日来我明华院做什么？我现在想出去干点事情，想结交朋友了。你现在开始来管我了，我可不会听你的。大人没事就回你的韩章院吧，我要休息了。范宁文听到他振振有词的对自己，青筋暴起。此时慕容雪从床上坐了起来，走向了桌前，去拿水壶倒水喝。夫人，你每日都穿着这样的衣服入睡，不怕着凉？是啊，我每晚都这样穿。现在不是夏日吗？穿这些还觉得热呢。只见他喝完了杯中的水，正要往床榻上走去，路过范宁文的时候，一个踉跄，不小心跌入了他的怀里。一股沁人心脾的馨香瞬间就划过了范宁文的鼻翼，他此刻热血沸腾，看着怀里娇羞的女人，一个用力把女人打横抱起来，将她送入了床榻。床榻里温度升高，时不时的传来春日里小猫娇羞的叫声。烛光摇曳，这一晚少妇府的明华院，下人们送来了3次温水。第2日天刚刚亮，缠绵了一夜的2个人一起苏醒。夫人，为夫对不住你，冷落了夫人7年，为夫现在很后悔，原谅为夫可好？慕容雪双眼含情地看了看他深爱了7年的男人。我只愿和夫君白头偕老，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以后好好过日子。我真是眼瞎了，那么好的夫人在眼前，不知珍惜，以后为夫好好待夫人。夫君今晚还来明华院吗？以后为夫晚上都住在明华院可好？你身上的衣服，为夫甚是喜欢。夫君真坏。为夫真的很喜欢，趁现在还早，我们再来一次如何？这娇羞的声音过后，2人就进入了被子。慕容浩这几日一直在东郊军营和士兵们进行军事演练，
每天晚上就只睡2个时辰，整整折腾了4日。今天是最后一日，一大早他坐在主营的帐篷里，和其他副将们商讨军事演练的事宜。这刚商讨完，暗卫天一求见，其他的副将都退了下去。回王爷，刚刚接到消息，皇上要从兵部里划拨出一个新部门，此部门专门掌管军队的武器，叫军机房。皇上有意将军机房给一位有能力的皇子接管。军机房是，本王知道了。这几日林姑娘都在忙些什么？属下不知，这几日都是天六暗中守护林姑娘。哦，还有天二、天三，他们伤势也好，一直跟着林姑娘。你去把天六叫来，本王有话要问他。是。不多时，天六来到军营的主营中。属下天六，见过王爷。你把这几日林姑娘的所有行踪都给本王报一下，本王要细节。是。林姑娘第一日便搬进她的宅子里，她到大门看到宅子的牌匾上写着林府氏，她说这房东是世上最可爱的房东。算这丫头有点良心，不说我傻，说我可爱了。继续。林姑娘进了宅子，就见到宅子的管家云姑姑。云姑姑问林姑娘是否需要派些丫鬟伺候。林姑娘只要了一个扫洒丫鬟，在外面打扫，不能进入她自己居住的兰心阁。林姑娘这几日除了每日一早给冷嬷嬷治病，就在自己的兰心阁里写画画之外，然后到处逛上京城，午膳和晚膳都在上京城的不同酒楼用的。她每次用膳之后，总能收到1000到2000两不等的银子。她还和好几家酒楼达成协议，提供冰块、酱油给他们，赚了不少银子。林姑娘还逛了几处家具铺子，拿出几张图纸，就赚了好几千两银子。她还去了茶铺，推销了青山寨的茶叶。这说来也怪，林姑娘只要推销的茶叶，茶铺都会和她合作。她还去了些胭脂水粉铺子，推销了她那个什么香皂的东西，这些铺子都愿意与她合作。这几日，青山寨的王大山和很多弟兄哥们儿都拉了好几次货物上京，放在林府里。林姑娘这几日确实很忙碌，日日都是早出晚归的。丫头本事还真不小，这赚钱能力连我这个大男人都比不了了。林姑娘今早收到天三送来昨夜少妇和郡主叫下人送了3次温水后，大笑了1炷香的时间。林姑娘真是很开心的样子。什么？少妇和明心郡主居然同……这丫头怎么做到的？7年的怨偶，昨日竟然上了3次水。我回去要好好问问这丫头，到底是什么手段让这事情发生的。我真想现在就回去找丫头问问。我在军营里辛辛苦苦训练士兵，她在上京城生活的如此精彩，难道没有一点想我吗？回去要好好敲打这丫头才行，是不是忙赚钱把我都给忙忘了？王爷，林姑娘这几日好像也遇到难题了。难题？这丫头神通广大的，有什么事情能难得住她呀？是的，林姑娘这几日一直问天儿一些土地的情况，她似乎要种粮食，考虑是要找村镇合作，还是自己买土地，她还在犹豫。属下斗胆猜测，应该是银钱不够所致。她要种粮，需要大量的土地。是的，林姑娘在其他事情上都游刃有余，就唯独这件事情不太顺利。本王知道了，你办事不错，继续跟着林姑娘，赏你1个月的月钱，回王府找夏管家拿便是。谢王爷赏赐。退下吧。是。一个转身，天六就消失在了军营中。上京城灵府，林云熙刚刚从外面用了午膳回来，又赚了2000两银子，开开心心的进了他的兰心阁。天三，王爷到军营几日了？只见天三飞身降落在他的眼前。回主子，今日是第5日了，如果不出意外，王爷今晚就会回京。这么快就5日了？今晚呢就要准备晚膳，迎接王爷回来。等一会儿你叫云姑姑去买点好菜，我今晚要亲自下厨做晚膳，不出去用膳了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等等，少夫府还有什么消息吗？属下刚刚收到消息，见主子那么喜欢听少夫府的消息，今日再送一个消息给主子笑笑。什么消息？快说。昨夜少夫府明华院的下人给郡主和少妇送了3次水后，今早又送了1次水。哇，少妇威猛啊！古代人的这能力挺强啊，怎么能一个晚上4次的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！真想写一篇论文，题目就叫《论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人道对比理论》。现代人难道是工作压力大，天天熬夜，身体素质没古代这些男士身体好了？总之啊，林云熙对这论题特别的感兴趣，是真的很感兴趣。他又开心的大笑了1炷香的时间。这好像没那么好笑吧？这不是正常现象吗？黄昏，林云熙在厨房整理食材、洗菜、烧菜，一直忙个不停。而此时，慕容浩一身戎装，打马飞驰进了上京城。天色已暗，厨房点着灯，只见一个影子在厨房里晃动。慕容浩大步走进厨房，从他身后一把将他给抱住。我的王爷回来了。丫头，
本王想你了。丫头也想王爷了，我先把晚膳做好。王爷饿了吧？很饿，想丫头的手艺了。慕容浩一直在后面抱着她，时不时亲吻她柔美的后脖梗，她的耳垂。王爷，饭都快做好了，你先不要动，我出了很多的汗。你做你的，让本王抱抱。王爷，我很热，你不要抱那么紧。再说了，这身上的汗也不好闻吧？好闻，你身上的味道让本王着迷。多日未见，他肯定是想自己了。林云熙不想拒绝他的爱意。好吧，那王爷想抱就抱吧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最后一道菜了，王爷等等。慕容浩抱着他，大手开始不听话的在他身上游走。片刻之后，林云熙的心砰砰直跳，他的撩拨会让自己沉沦。王爷，你不要这样，很痒的，丫头怕痒。怕痒就对了，说明丫头喜欢本王这样。慕容浩，这可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林云熙赶紧把最后一勺菜盛到了盘子里，放下勺子一个转身，然后便深深地吻上了她的唇。多日不见的相思之苦终于在此刻爆发了出来，双唇交织，两人像是要把对方吻入自己体内一番，久久都不愿离开。王爷，你先放我下来，还没有用膳呢。先让本王吃了你，再用膳。听到他这虎狼之词，林云熙低下头，把红彤彤的小脸儿埋进了他的胸膛里头。只见慕容浩把他抱进了浴房，放了下来，然后伸开双臂。王爷，这是何意？为本王沐浴更衣。好，你的这身戎装啊，确实难脱，我来帮你。林云熙很乖巧的为他一层层的褪去了戎装，最后就剩下了中衣。慕容浩伸出手臂，一把把林云熙的外衫褪去。他明白慕容浩的想法，他此时面红耳赤，心跳加速。他很想和慕容浩亲密无间，但是这男人禁欲着，他不忍心。王爷，你自己沐浴吧，我先出去了。见林云熙满脸通红，慕容浩唇角微勾。你还会脸红？你什么地方本王没看过？我只在我在意的人面前脸红。王爷进去吧，我刚刚把温水都准备好了。丫头，别走，本王很想你，陪陪本王可好？好，但是王爷得答应我一个要求，那我就陪你。你说。我们穿着中衣一起沐浴，我不想那样坦诚相对，我想成婚后再那样，可以吗？如果王爷答应，那我有奖励。哦，说来听听，什么奖励？我为王爷洗头，就像青山寨时你受伤的时候那个样子。好，本王就依你。俩人都穿着中衣，慕容浩一个大横抱，缓缓地把他放进了浴桶里。说来也是奇怪哈，这房东设计的浴桶怎么这么大呀？感觉就是为2个人准备的。林云熙想到世上最可爱的房东，会心地笑了笑。丫头，什么那么好笑？我在想，这个房子的主人怎么那么有先见之明，设计的浴桶都是双人浴桶。他知道这个房子要住夫妻吗？这也许人家就是为夫妻设计的宅子呢。也对，是我多想了。浴桶内，慕容浩的头微微后仰，头发被温水打湿。林云熙双手抚摸着他的发丝，食指指腹按摩着他的头皮。此时慕容浩很放松，这几日来的疲惫也是缓缓的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心生的愉悦。洗好了头，林云熙又换了个位置，来到了慕容浩的面前，面对面的看着他。我来为王爷剃须，这几日王爷都没有剃须吧？看起来有点憔悴，我还是喜欢干干净净的王爷。只见他靠近慕容浩，认真仔细地为他剃着胡须。丫头，你可知你这样比你坦诚相对，还要让人受不了。我只是为王爷剃须，王爷你不要多，多想。不等他说完，慕容浩一手环抱住他的腰，一手扣住他的后脖梗，一个温热的唇就吻上了他的柔唇。温水中，两人忘情地探寻着对方的深吻。此刻，林云熙感觉到了水下的变化。王爷，你的他……慕容浩迟疑了一下，然后就秒懂。成婚之前不要管他，管好你的大王爷就行。浴桶内气温升高，水温下降，两人停了下来。起来吧，水冷了，小心闹风寒。本王来得太急，可没带衣服，本王让天儿他们去府里呢。不用了，我都给王爷准备好了。林云熙拉着慕容浩的手来到卧房的衣橱旁，打开了衣橱。王爷，这些呢是我这几日为王爷准备的，你呢就将就着穿。虽然没有你府上那些华服精致，但也是上京城成衣铺里最上乘品质的衣衫了。丫头是想本王以后都住在你这里？
那王爷不想？求之不得。来为本王更衣。礼仪中医你自己来，万一的话我可以帮你。好，真不知你羞什么。慕容浩用宠溺的眼神看着他，只见凌云熙做了一个鬼脸之后，拿着自己的衣衫就跑进了浴房。丫头，听说你这几日在外面吃饭赚了不少钱。那是必须的，这几日丫头的收入可不错哦。看他这么开心，慕容浩也跟着开心。但是他想起了天六说的他遇到的难题。丫头，可有遇到什么难事？难事好像没有吧，我推销的东西推销的都不错，很多店铺都和我合作了。不老实告诉本王，好像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啊。王爷能否提示一下？本王听说你要种地啊，这事儿啊，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有了方案。我想找京城周边的村庄合作，推广我的优质种子，但是方案呢还不够成熟，还需要继续更正一下。你手上除了红薯还有其他种子？我有很多产量很高的优质种子，现在就是没有地，想大量种植的话资金有些不够。现在夏日都快过了，现在种地来得及吗？开玩笑，我凌云熙是什么人？现代农业技术的书在科技库里躺着呢，只要有种子，我能冬日种出庄稼来。王爷，我可是仙女变的，只要有地，我冬天都能种出很多粮食来。此话当真？王爷，你的丫头怎么会骗你呢？那明日本王带你到一个地方看看。王爷明日不用上早朝吗？明日休沐一日，本王带你出去走走如何？太好了，那明日王爷带我去什么地方？去了就知道了。搞得那么神秘，弄得人家好期待。哼，听闻你让明心郡主和少妇同房了。王爷你也知道啦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听到少妇府的消息，凌云熙就特别有成就感。他总是想笑，看凌云熙如此开心的模样，慕容浩被他的好心情感染了。他好奇地说道：你如何做到的？王爷这是要八卦少妇府的事？你没有派暗卫盯着？这次失误了，暗卫都盯着你，忘了盯少妇府了。还好我派了天三去，真的好有气。说完，凌云熙就把自己交给明星郡主所有的手段全都给说了。听完之后，慕容浩眼眸微缩，凌云熙这样的手段是个正常的男人都会受不住的，这女人撩男人的手段还真是一流啊。只听他严肃地问：凌云熙，你这些都哪里学的？这男人又怎么了？不是应该赞扬我足智多谋、聪明绝顶吗？重点在哪里学来的？王爷，这是心理学，也是医学的范畴。对男人的这些手段也是医学？是啊，我心理学学的可好了。少妇府这案例，我才出了不到1%的功力。不到1%，少妇和明心郡主就同房了，那剩余的99%岂不是更厉害？看着慕容浩威胁的表情，凌云熙算是知道了，这男人是怕他用心理学勾引其他的男人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他还不想死呢。王爷，我是有些夸张了，我也就这些本事而已。王爷不应该表扬我聪明吗？就这些本事，要知道如果他随便一出手，男人都会贴上来，我可不敢冒险。凌云熙，日后不许再用什么心理学去给人看这样的病，你的功力只能留给本王。好，我的慕容浩就是霸道，我很喜欢，就用在你身上。这还差不多。本王还听闻，丫头听到少妇府的消息笑了一炷香的时间，什么事情那么好笑？哦，是哪位暗卫这么八卦啊？连我笑了多长时间都要和你报告。这你不用管，告诉本王什么事情那么好笑。少妇和明心郡主一个晚上传了3次水，早上还传了1次，是不是很威猛啊？这有那么好笑吗？王爷，这不好笑吗？我每每想起都想笑，一个晚上4次啊。这很正常啊，军营里的将士和士兵有夫人的，他们谈起这事，一个晚上也有很多次。啊，王爷，你说的是真的？这也太不合常理了。怎么不合常理？你家乡的男人不行吗？这我怎么可能知道？凌云熙想死才会告诉他家乡的男人是什么情况。这个话题就此结束哈，他可不想再生事端。第2日一早，两人早早就用了早膳，难得慕容浩休沐，今日凌云熙可是要好好的使劲的玩一次。怎么就1匹马？难道我们2个人要共乘一骑？本王没见你骑过马，不放心，上马吧。慕容浩刚刚说完，一把就抱住他，飞身上了马背。王爷，你不怕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？怕什么？我慕容浩就不能有女人啊？说得对，我们可是自由恋爱，谁爱说谁说去吧。这没过多久，骏马就载着他们来到了一片空旷而又无人的大草地上。
夏日早上凉风袭来，马背上的林云熙感受到阵阵凉风划过了脸庞。此刻，他能感受到后面男人爱恋着自己。他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，是这个男人一直陪伴着他，给他安慰，给他关爱，给他许多许多的帮助。他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遇到他，他真的很开心，他们能够真心相对。慕容浩，我爱你，很爱的那种。丫头，你这话再说一遍。慕容浩，我爱你，很爱的那种。一只大手握住了他的后脖梗，温热的唇附了上来，身后的暗卫远远地看着两人，只能是停下来别过脸去，他们可不敢偷看。林云熙就这么被他狂吻着，他的心砰砰直跳，有情动的激动，也有羞怯的紧张。许久之后，王爷，暗卫们都看着呢。知道他们看着，你还说如此让本王心动的话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谁知道你会停下来吻人家。慕容浩最受不了他的情话了，看着他羞红的脸，他想到昨天晚上他说的心理学。慕容浩试探着说道：丫头，这也是你说的那个心理学里面学的？怎么会，这是想和王爷说的真心话。那就好，看你的脸红得像猴子屁股一样，多丑。暗卫都看着，能不害羞吗？他们不敢看，丫头日后是本王的王妃，是他们的主子，你害怕他们？哎，好了，不羞了。王爷，能走了吗？能，走好了。这次慕容浩打马更快了。王爷，你怎么带我到稻田来了？你不是想种地吗？是啊，那这些稻田是？这些地是本王名下庄子的地，这些稻谷没几日就要收割了，以后这些庄子的地都给你种。王爷有多少地？本王名下几个庄子加起来应该有1万多亩吧，够吗？不够的话，本王再买一些。果然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一个王爷怎么会有那么多土地？这妥妥的地主啊！王爷，你怎么有这么多土地？本王和你说过本王很穷吗？没有，知道你是王爷，但这些土地也太多了吧？你们皇子都有这么多土地吗？也不一定，有些皇子喜欢买商铺，本王也有一些商铺，但本王喜欢土地，所以土地比较多。林云熙真的是很开心，这几日还想着日后怎么种地，还劳神能有土地，这慕容浩就送来了，还真是让人舒心呢。王爷，这些地都给我种。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你不是说冬天都能种地吗？本王相信你。本王现在管着东御林军和军机房，没有时间管这些土地，这些稻谷收成也不怎么样。你不是说你有高产量的种子吗？你就用这些地种就是了，种出来的粮食都是你的，本王不过问。慕容浩，你对我太好了，可是我们还没有成亲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？要不我租用你的土地如何？丫头，你怎么和本王那么生分？你没把本王当成一家人？没有，王爷给我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却没有什么能给你的，我有些承受不了这样的好意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林云熙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想法？是不想做本王的女人，不想跟本王成亲，还是你想回家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王爷对我太好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。就这？傻丫头，本王都是你的了，更何况是这些土地啊！不用说了，说给你种，你种就是了。好，那我试试。王爷要是需要粮食，找我就行。本王吃不了那么多，军队也都是父皇养着，本王女人的粮食自己管着就行。慕容浩，你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和本王也这么客气啊？傻丫头，走，带你去庄子里认识一下庄子上的管事。好，一共有几个庄子啊？5个，每个庄子管理着大约2000亩左右的土地，他们管得不好，每年收成没多少银两。那我们去会会他们。恭迎王爷！都起来吧。刘管事，今年粮食收成如何？回王爷，今年雨水较少，土地干涸，今年的收成不行。是吗？你算一下，今年收成每亩能出几担？老奴估算了一下，今年亩产也就3担左右。这产量也太少了，种这些粮食还不够养这些人呢。今年收完这些稻谷之后，你管理的2000亩土地全部交由这位林姑娘管理，她会带领大家种出高产的粮食。庄子上所有人都要听林姑娘的吩咐，不管是选择种何种粮食，还是如何分配人手，又或者是如何销售粮食，都要听她的。她就是你们的主子，如有违抗者，任由林姑娘处置。听到了吗？是。花容月貌的女人，年纪轻轻的，王爷竟然让她管理整个庄子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林云熙仔细地观察着下面的刘管事，看来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呀。这些庄子上的老人要想幸福自己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林云熙也不着急，来日方长嘛，等他接管了这庄子的土地再说。现在有慕容浩在他身边就行了，不怕他们不服的。两人一天就跑完了5个庄子，见了5个庄子的管事，这大致情况都是差不多。此时已经黄昏，忙完了第5个庄子的事情之后，慕容浩带着林云熙骑着骏马来到了一处农庄。恭迎王爷，老奴在此恭迎王爷多时了。起来吧，本王叫你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回王爷，都准备好了。先下去吧。慕容浩，这农庄是你的？丫头喜欢吗？喜欢，这里环境优美，非常清静，而且空气特别好。喜欢，以后本王有空就带你来小住几日，可好？王爷真好。就你嘴甜。走，本王带你去后院看看。还有惊喜。慕容浩拉着他的手来到了后院，进入了一个古香古色的房间。哇，慕容浩，这里有游泳池。游泳池？不知是何物，这是温泉池。温泉？这么大的温泉？慕容浩，你也太奢侈了吧！喜欢就下去泡一下。王爷泡吧，我在上面等你。刚刚还说喜欢呢，怎么不想泡？丫头，你不会是怕水吧？不怕，我会游泳，就是你们说的浮水。那怎么不下去泡一下？本王会保护你。不要，王爷你泡就好了。只见慕容浩把自己的外衫退下之后，走到他面前，为他退下了外衫。王爷，林云熙这话都没有说完，就见到他重心不稳，直接就进入了慕容浩的怀里。慕容浩打横把他抱起来，慢慢的进入温泉。林云熙，你今日对本王很生分呢，告诉本王，你怎么了？王爷，我们那么亲密，我很喜欢，但是我更心疼你，我不想你每次都那么难受，为我禁欲。傻丫头，就为这？本王都禁欲25年了，没有你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过来的？有了你之后，本王才知道禁欲是值得的。不要心痛本王，本王希望你像一朵花一样努力绽放，不为世俗的眼光。你林云熙本不该为本王隐忍什么，本王希望你活得像你自己，本王能保护你的，一定会做到，知道了吗？像一朵花一样努力绽放，活得像我自己。这是本王对你的期望。林云熙搂住了他的后脖梗，用力地吻着他。他林云熙多幸运，才能够遇到如此疼爱自己的男人。林云熙真的好爱他，真的是很爱很爱。他不再隐忍，不再逃避。他说过他会保护自己，那他就要用心待他，爱他，疼他。林云熙吻上了男人的唇，感受着男人的体温。慕容浩第一次感受到他如此主动，他全身热血沸腾，这才是他的丫头，他就喜欢这样的他。两人在温泉里缠绵了许久，林云熙能够感受到他粗重的气息。林云熙不管了，他就是想和他缠绵，就是想他。情到最浓处，慕容浩走出温泉，去了浴房，用冷水一遍遍地淋着自己。天儿，王爷这样的身份，京城多少贵女都想爬上他的床，他竟然对主子守身如玉，我们这主子太厉害了，把王爷拿捏得死死的。可不是嘛，王爷和主子在一起，每晚都会自己起来冲2、3次冷水。看来王爷这次遇到自己的软肋了。哎，是啊，现在发现王爷也挺可怜，日日和我们主子这样，真把他逼出病来。哎，我们做暗卫的，还是少管主子们的事儿，不该说的不要说，不该看的不要看。切，你刚刚不是还说了？田三，你再说，我就告诉王爷去。你敢！砰的一声，天二被天三踢下了树。这边二人穿好衣服之后，慕容浩就叫下人传膳，俩人正开心的吃着晚膳呢。天一求见。天一进来说话。天一进入膳厅，看见二人在用晚膳，他看了看林云熙，林云熙不用说秒懂，他正要起身回避的时候，什么话直接说，不用避开林姑娘。是，王爷。说吧，什么事情？回王爷，皇上新设的军机房，目前2皇子和5皇子都想征，2位皇子的门客今日都在2皇子的府上商议对策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属下告退。天一刚走，慕容浩就陷入了沉思。王爷，军机房是不是管兵器的？丫头知道军机房？我知道，我只是想问问，和我知道的是不是一个概念？是的，军机房是本王的父皇刚从兵部分出了一个新部门，让一位有能力的皇子管理。王爷想管这军机房？当然，本王接管这3万多的东御林军，兵器是军队的灵魂，如果兵器在手，就不会受制于人。也是。好，让我想想，也许我能帮到王爷。丫头有何想法？王爷先用膳，容我想想。
等我想好了再告诉王爷可好？先用膳，用完膳，本王陪你在附近散散步。两人开开心心的用完了膳，随后五指相扣，一起在浓妆里散起步来。王爷，我很喜欢现在这样的日子，有你在身边，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真好。和林云熙在一起，慕容浩很放松，他有着说不完的话，能够带给他各式各样有趣的事情，让他舒心。本王也喜欢这样的日子，没有宫里和皇子们的尔虞我诈，没有在边境天天刀口舔血的日子，有你在身边，本王此生足矣。以后我们都要好好的。我很庆幸我没有死，来到了你的身边，真的很感谢上天。林云熙现在想来，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，冥冥中让他穿到了这里，然后又遇见了慕容浩。什么叫你没死？能告诉本王吗？王爷，其实我不是你们这个世界上的人，具体是在什么地方，以后时机成熟了，我搞明白了，我会不加隐瞒的告诉你。王爷，你要相信我，你要相信我一定不会害你，好吗？林云熙终于肯和自己说他的小秘密了。林云熙果真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他能说这事儿，他很欣慰。本王一直知道丫头身上有许多秘密，本王相信你不会害本王。你救了本王2次，本王很感激。没有你，本王现在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你是上天送给本王最好的礼物。对啊，丫头可是王爷的救命恩人。哎，我不是只救了你1次而已吗？怎么是2次啊？你左肩上的伤，忘记了？上次那么多人刺杀，本王的武功就是再好，也逃不掉啊。那次是丫头自己贪玩，让王爷用真气带我玩，才会遭遇危险的。那次不算。你的伤口好全了吗？让本王看看。说完，慕容浩轻轻打开他左边的外衫和中衣，露出林云熙洁白如玉的左肩，看到了他的伤口，伤口已经结痂了，留下了微微的红印。慕容浩低下头，亲吻着伤口处，这是为他手上的伤口。慕容浩无比的爱惜他。情到深处，慕容浩抱着他回到了卧房，床榻之上又是一个缠绵夜。半夜的时候，这慕容浩就起身去了浴房冲了2次冷水。天还没亮，林云熙就醒了过来，听到身旁熟睡男人均匀的呼吸声，他满心欢喜。今儿早上他要为这男人做点事情。林云熙在思考着该如何才能够帮慕容浩拿到他想要的军机房，想好了方案，然后他就开始动笔了。这大概写了1个时辰，一个管理方案和一个钢铁耐磨铸造工艺就已经写完了。某时，慕容浩每日都是这个时候醒来，他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坐在床上的林云熙。丫头，怎么不睡觉啊？坐在床上干嘛？王爷醒了。丫头，你什么时候起床的？写什么呢？王爷，我起来1个时辰了，我想给你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让本王看看。拿过他手中的纸看了起来。当慕容浩看完整整5页纸上的内容时，他顿时就不淡定了。丫头，这些你都会？希望能帮到王爷。还有，那钢铁耐磨铸造工艺最好要妥善保管，千万不能被敌国盗去了。这技术可是能和皇上谈条件的，有了这个技术，东胜国的兵器会非常锋利、耐磨、无坚不摧。多谢丫头，本王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我的丫头了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其实我什么都不缺，就想帮帮我的王爷。要不，王爷帮我在京城弄一个户籍和路引吧。有了户籍，我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了；有了路引，我就可以方便出城管理你给我的土地，如何？丫头不说，本王都忘了，一会儿叫天一去给你办好。好，多谢王爷，来亲一个。慕容浩急忙放下手中的纸张迎了上去，大手不自觉的在他身上到处摩挲，摸得林云熙心痒难耐。王爷，你好坏。林云熙呼吸粗重，心跳加速，大清早他就不该惹这男人。两人腻歪了一会儿之后，赶忙起身，他们还要回城，慕容浩还要上早朝呢。王爷，我今日想去取我的枕巾，今日要见一下慕容琦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去吧，本王相信你，不要和他走得太近就行。知道了，知道我的王爷是吃醋大王，100条帕子还在我的药箱里放着呢。你记住就好。林云熙脱下和慕容浩约会时的漂亮衣衫，换上了简单得体的粗布衣衫之后，大摇大摆地来到了慕容琦的酒楼饮月轩。林姑娘是要用膳，现在还早，厨房还没有准备好膳食。我不是来用膳的，我是来找你们东家的。上次说要找到他，找你就可以，对吧？原来是找我们东家的。那姑娘上3楼雅间喝茶等等吧，小的这就给我们东家传消息。好，多谢掌柜的。掌柜还是安排了上次慕容琦和他用膳的雅间。不多时，慕容琦就到了。今日我叫公子前来，就是拿枕巾的。
这才5日，姑娘就治好了我姐的无子之病了。算是治好了，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病，而是夫妻之间的沟通问题。那林姑娘是如何下定论算治好呢？我姐还没有怀身孕呢。我去，难道这人要赖账？他可是皇家身份的人啊！这位公子，你不知道你姐姐为何无子吗？你可以称我为恭王世子，或者齐公子。好，恭王世子，这诊金给还是不给？本世子的姐姐现在还未有身孕，诊金定然不能现在给。你是要赖账？非也非也。他奶奶的，看他上次人畜无害的样子，今日竟要耍赖，本小姐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姐姐无子，就是没有和少妇同过房。以他们现在的频率，应该不出半年到1年就会有好消息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能把那2个字说得如此直白，还不脸红的？他不是说自己是研究医术的吗？这有什么好脸红的？这是医学常识，有什么脸红的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什么频率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想到频率就想笑，让我缓缓。哼，你自便，本世子等着就是了。林云熙缓了缓气，终于是停了下来。你刚刚问我怎么知道频率的，对吧？我作为一个大夫，当然要派人检查我的病人是否有按照我说的方法治病，我也得知道最终的结果，不是？他竟然派人监视了姐姐姐夫，还知道他们同床的次数，他怎么敢？你好大胆子，竟然派人监视少夫府！好啦，恭王世子对吧？你就不要在这里显摆官威了。我就是想拿回我的诊金，只要我拿到诊金我就走。至于监视，那只是小事。你姐姐她应该会感谢我的。是的，本郡主确实要感谢你。完了，刚刚笑频率的事情，这郡主不会都听到了吧？民女见过明心郡主。刚刚见到本世子都没有行礼，见郡主倒是行起礼了。你欠我钱，我干嘛要向你行礼啊？开玩笑。你们刚刚聊到哪儿了？刚刚世子差人让我过来，我来晚了一些。回郡主，我今日来呢，是来要回我的诊金的。你的事情也算解决了吧？诊金应该给我了吧？只见慕容琪偷偷的给慕容雪使了一个眼色，慕容雪微微点了点头。林云熙发现了二人的眼神，看来今日想拿回那5000两银子应该是不可能了，从其他地方敲诈也行。林姑娘果然是医术了得，但是我听我这弟弟说，要我有了身孕才能把诊金付了，是这样的吧？你们俩说是就是吧，我一个平头百姓，上次竟是忘了写了书契了，算我倒霉。林云熙也不恼，反正人家是皇族的人，也不会欠他的诊金不是？就不知道他们俩想玩什么花样。说的我们要坑你5000两似的，我们可是皇家的人，不会做这事儿。行，那5000两就先放在世子那里保存吧。希望郡主早日能有身孕，我也能拿到诊金。郡主，你那5套衣服是不是不够用啊？夜夜穿，少妇会视觉疲劳的。此话怎讲？视觉疲劳是何意啊？就是字面意思啊。男人都喜欢看女人有不同的风姿，郡主的外衣应该有很多，可是那卧房内的衣服，是不是只有我给你的那5套？正是，我今日来还想找你要几套呢。我也只有10套，之前已经给了郡主5套，剩下的5套是要留给我以后的夫君的，我可不能给你。慕容浩还没有看过我穿如此喷鼻血、纯欲风的睡衣呢，我可得留几套给他。这2个女人说的是什么衣服啊？那么神秘。要不我重金购买你那5套如何？那怎么行？我以后的夫君我肯定要伺候好，那5套我肯定是要自留的，好好让我夫君宠爱本姑娘。500两一套，如何？我买下了。姐，你们在说什么衣服？那么贵一套？一边去！我在和林姑娘谈衣服的事，你别打岔。这太难了吧，郡主，你也不能强人所难呐。没有那衣服，我怎么对得起我未来的夫君啊？林姑娘，你现在有相好的人了？没有，我现在只是遐想一下我的未来夫君。你这不是还没有夫君吗？就把那5套衣服卖给我。郡主那么喜欢那些衣服？那是自然，少妇超喜欢的。行吧，那既然郡主喜欢，我出一个折中的法子，郡主看看能否接受。林姑娘请说。其实啊，那些衣服呢是我设计的，我会画图纸，如果郡主想要，我就设计几套给你，你出钱购买如何？真的是你设计的？那是当然，不过我最近很忙，我只能画图给郡主。制作衣服的话，要郡主自己找裁缝做，我也会把需要的面料写上。还有，我的设计图纸绝对不能外传，如若外传，我可是要收费的。这些图纸我过2天就会拿到上京衙门备案，一旦外传，我是可以打官司的。也就是几张图纸而已，他自然不会拿去衙门备案了，吓吓他而已嘛。这是自然，保护你的图纸，本郡主还是知道的。准了，那你准备一套图纸卖多少钱？ 600两白银一套。郡主要几套？给我画10套。
我要买10套。果然是有钱人家的孩子，就几张设计图就能拿到6000两。今日的5000两枕巾没收到，服装设计费就收到了6000两，太爽了吧！好，我现在马上就给你画，你等着。只见林云熙从衣袖的袖带里拿出了10张白纸和一支铅笔，慕容琪好奇的凑上去，拿了一张看了又看，好奇的问道：“林姑娘，你这纸是哪来的？”这可是我家乡的纸，你不要乱动，可贵了。不给他多看，林云熙抢过慕容琪手上的纸后，认认真真的画起图来。郡主，我在画图，这时间若是你没什么事，你先去凑银子吧。不会少你的，你这姑娘真掉钱眼里了。说完，他走出门，叫了柳枝回府去拿银子。林云熙坐在桌前，认认真真的画着图。这不到1炷香的功夫，一张和现代一样的服装设计手绘图就画好了。他递给了慕容雪，慕容雪大吃一惊，这画儿是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，画中的人像是能从纸上走出来一样，特别的立体。这林姑娘到底是从哪来的人？她看过无数名家的画作，却从来都没有见过能把人画得如此栩栩如生的。不好意思，忘了上颜色了，我给你把每套衣服的颜色一并上好，这样你选面料就不用那么费劲。林云熙刷刷刷一下就给第一幅画涂上了色彩。此时慕容琪坐不住了，他起身走到林云熙的身边，他实在是好奇，他那姐姐到底是要买什么服装，又600两一套。慕容琪拿起画作，再看着下面一直作画的林云熙，他此时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女人了。林姑娘，你已经成婚了？没有啊，怎么啦？没有成婚，怎么会画这样的服装啊？我姐就是穿这服装才和少妇，你还真是不知羞耻啊！这叫艺术，艺术你懂吗？听闻恭王世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你那些是艺术，这些也是夫妻之间的艺术，懂不懂啊？你画这些不觉得脸红吗？慕容琪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不想看他画这样的画。艺术面前有什么脸红的？你弹琴会脸红吗？我这弟弟平日里对女子都是敬而远之，从小到大除了和我相处，从来没有见他那么关注过一个女子，唯独对这林姑娘，不是故意欠她枕巾，就是对她各种挑剔。今日本可以给那5000两枕巾的，他竟是拒绝了，还想和这林姑娘日后有纠缠。看着2人的样貌其实很般配，郎才女貌，或许能成一对。你这女人太不知廉耻了。喂，你叫慕容琪对吧？我好好作画没招你惹你吧？廉耻这种东西自在人心，要你管？给我闭嘴，吵死了！郡主，你还要不要画？这位大爷要吵死了，打扰我作画了。如若画出来的效果不好，你可别怪我哦。你竟敢这样和本世子说话，真是不可理喻！你们2人就少说2句吧，都是我要的衣服，不关林姑娘的事。弟弟，这是艺术，林姑娘说的对，以后你成亲了就知道了。2人不欢而散，慕容琪闷闷地坐在桌边喝茶，林云熙一直画着他的发财画，雅间里一时间安静了下来。大概1个时辰之后，10幅画全部都画完，林云熙拿在手里看了看慕容雪，示意他拿钱来换。慕容雪会意，叫来了门外的丫鬟柳枝，柳枝递给他1叠银票。郡主，我刚刚忘了告诉你，我要真金白银，我不用银票，能不能换一下？现在很多人都用银票的，你怎么喜欢用真金白银？那多重啊！郡主，能不能换一下呀？我不喜欢银票。他穿越来这鬼地方，他的银行卡上的钱都成了废纸，他可不想再拿什么银票了。万一有一天又穿越到什么鬼地方呢？这银票又变成了废纸可不行，这还是真金白银牢靠。这女人还真是不按常理出牌。现在谁还背着大额的真金白银上街的？慕容琪，你就拿着银票在你这酒楼帮忙换一下吧。行，真是麻烦。林云熙也不理他，见他叫来了掌柜，换来了600两的白银。林云熙大喜，拿着600两的白银，高高兴兴地放进了自己的袖袋里。郡主，这些画拿回去给裁缝就可以了，颜色和面料我都写好。如果以后还想买我的设计图纸，记得来找我就行。好，多谢林姑娘。那以后如何找你呢？我就住在东街的林府，找我管家就能找到我。那民女就先走了，再会。慕容琪，刚刚林姑娘说她住东街，我没听错吧？没听错，她是说东街。那她还穿粗布衣，这女人有点意思。慕容琪，你是不是对她有意啊？姐，什么有意没意的？她一个粗鄙不堪的丫头，我可看不上。你就嘴硬吧，看不上你怎么不马上把枕巾给人家？看不上还和人家吵架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，看到京中的贵女就躲，和他们说话都懒得说。今日你话还真多啊！我还没说你呢，你傻呀？花6000两买什么破设计？这衣服真不值6000两啊！要你觉得值，少妇觉得值就行。你赶快找个女人吧，有女人了你就知道值不值了。你被那丫头带坏了，人家把你卖了都不知道。我乐意，你管不着。
说完，慕容雪带着柳枝就离开了客栈了，找裁缝铺去了，徒留下慕容琪坐在雅间里沉思起来。林府，林云熙刚回府，管家云姑姑就上前行礼：“回主子，王爷说今晚不用等他用晚膳了，皇上要留他在宫里谈要事，王爷还说晚点才过来。”好，那你退下吧。是。林云熙此时很开心，慕容浩不回来用膳，会找人和他报备一下。这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。他草草的用了晚膳之后，轻松的泡了一个热水澡，就开始在桌上写他的商业计划书了。刚刚拿到1万亩田地，他要规划一下要怎么样利用这些土地，还有人员的分配。庄子上都是一些老人，他要换自己的人进去有些难度，这些都是需要他好好思考的。另一边，皇宫。皇帝把慕容浩留在了御书房。今日早朝的时候，皇帝有意给争夺军机房的皇子们阐述自己能接管军机房的理由。正如天一给的情报一样，2皇子、5皇子清早就准备好了说辞。当2位皇子说完自己的理由之后，慕容浩把重新抄写的方案递给了慕容渊。皇帝看到这样的方案，直接就下令8殿下慕容浩正式接管军机房。皇帝把慕容浩留在御书房谈了1个下午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都谈了些什么，一直谈到天色暗了下来。慕容浩出了宫门，只见一辆马车停在宫门前等着他。慕容浩没上自己的马车，他看了看对面的马车，只见一位身穿绛紫色袍服的男子下了马车，缓缓地走了过来，正是当今的2皇子慕容辰，也是当今皇后所生，可谓是皇上的嫡长子。八皇帝和父皇谈了那么久，你平日里不是不问朝堂之事，怎么今日要抢军机房了？二皇兄，这是什么话？这不是抢，这是父皇给本王的。哦，你给父皇的折子上写了什么？二皇兄，这可是机密，不可外泄。你好，本王还以为你就是一个只会在边境打仗的莽夫。想来本王看错了。八皇帝，以后我们兄弟俩要好好相处。那是自然，本王会与二皇兄好好相处的。我们走。慕容辰撂下这话之后，转身就上了自己的马车，去查一下今日他呈上给父皇的折子里写了什么，本王要知晓。是。此时，慕容浩也上了马车，缓缓地向着林府奔去。一路上，天一汇报了林云熙今日的行踪。听到天一说丫头没有拿到枕巾的时候，他眉头紧蹙。这慕容琪到底在玩什么花呀？走进林云熙的兰心阁，林云熙院子里点着灯，主房的房门没关。只见林云熙正在埋头写着什么，他大步向前。林云熙听到脚步，抬头望向了走来的他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王爷，你来啦！写什么那么认真？王爷不是给我1万亩土地来种吗？我在写计划书，看看要怎么开发那些土地。看慕容浩脸上似是有些疲惫，林云熙关心地看着他。王爷累了一天了吧？热水备好了，你先沐浴。本王想看看丫头写的东西。先去沐浴，我还给你热了羹汤，一会儿再看。我还差一点点就写完了。好，那帮本王更衣吧。那么大的人了，还要人帮你更衣？你不愿意？愿意，每次更衣都能看到你完美的身材，特别愿意。只见慕容浩拉着林云熙的手去了浴房，慕容浩张开双臂，林云熙为他褪去了浴带和外袍，然后就停了下来。中医礼仪，王爷就自己来吧。和本王一起。我已经沐浴过了，王爷自己去吧。等沐浴好了，丫头还有话要跟王爷说。什么话现在不能说？一会儿王爷喝羹汤的时候再说吧。王爷乖，去吧，水快要凉了。慕容浩乖乖地进入了浴桶。林云熙去了厨房，他端来冰糖和百合马蹄羹放在了卧房的桌上，一边完成自己的计划书，一边等他。不一会儿，慕容浩穿着中衣就出来了。丫头，什么话？告诉本王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王爷，没有，你先喝了这羹汤，我和你慢慢说，小事情而已。好喝，快说，什么事？王爷，你喝那么快，尝出是什么味道了吗？你快说是，别吊着本王。好，现在就说。王爷，你不是给我很多土地吗？我现在呢，想用自己的人手，你的人手我自然也还会用，但是我会加一些我的人手进去。就这事啊？都说了那些庄子交给你管，你自由调配人手就可以。所以呢，我要离开京城一趟，我得回青山寨去挑选我需要的人手到庄子上，还有剩下在青山寨的人，我也要安排好了才能离开，对吧？又要回去？叫王大山积点人手不就行了？管人这些事还是得我来，我就回去很短一段时间，不会太久的。冷嬷嬷的病现在也不需要打针了，只需要服药就好。我今日也已经把药备给夏管家了，他知道该怎么做的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就明日吧，我想越快越好。现在都是7月份了，还可以种一种叫玉米的粮食，如果快点下种的话，还能赶得上季节。也不用那么急吧，说走就走，你都不跟本王商量一下？现在不就是在商量吗？你现在是商量啊？你这是通知。王爷，你不要生气，我们来日方长，我回去后也会想王爷的。你会想才怪，你忙起来真的不会想本王的。
两人相处一段时日了，林云熙真的就是忙起事情来，想都不想自己。他不喜欢林云熙这样，别过头不看他。哦，我的王爷现在很可爱哦，丫头很喜欢。别想用甜言蜜语来哄本王啊！本王还气着呢，说走就走的女人。只见林云熙起身走到他跟前，王爷乖，我就回去一段时日。你现在不是在忙争夺军机房的事情吗？日后会很忙的吧？说到军机房，慕容浩就心情大好，是他给了自己管理方案，还有钢铁耐磨铸造工艺。今日父皇才把军机房给自己管理，刚刚还不太高兴的他，此时脸上就露出些许的笑容来。今日父皇让本王接管军机房了。真的吗？那我先恭喜王爷了。哼，都是丫头的功劳，没有丫头送本王的方案，也许本王还拿不到军机房呢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丫头的户籍和路引，天一刚刚给本王了，在刚刚换下衣衫的袖袋里。先不急，又不会掉，明日拿也不迟。今晚让本王好好看看你，不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你了。好，今晚让王爷看个够。说完，林云熙把自己的小脸凑近他，双眼含情地看着他。王爷好好看哦，要记住我的样子。永远看不够。慕容浩突然就把他打横抱起来，送上了床榻。不用问，最后又是冷水解救了慕容浩。躺在床上等他的林云熙真心心痛这男人，看来他的离开是对的。这样天天折腾他，他也是于心不忍。一身冷气回来的慕容浩此刻清醒，躺在林云熙身旁，问起他刚刚天一给他的消息。听安慰说你今天去拿枕巾没有拿到。都怪我当时没有和恭王世子签书契，看来要等明心郡主有了身孕之后才能拿到那5000两银子了。不过今日我也不是白跑的，我卖我设计的服装图纸赚了6000两。6000两银子的服装，什么衣服那么贵，都赶上妃嫔们的嫁衣了。就是夫妻之间的衣服。夫妻间的衣服，什么样子的？王爷想看？我们现在也算是夫妻了，当然想看。想到刚刚他又跑去冲了冷水，可不敢再惹这禁欲王爷了。他摇了摇头，算了，还是我们成婚后再给王爷看吧，现在可不能给你看。你对本王还有保留？王爷，这不是保留，而是不敢惹你了。你看了，我怕你会发疯。本王命令你拿出来给本王看。真是受不了你，是你自己想看的，还好今日我备份了一组画，那就给你看看吧。只见林云熙一抬手，手上就多出一叠画。只见图画上画的女子是风神绰约，这身上的衣服是若隐若现。10幅画上的衣服款式和颜色都是不一样的，看得刚刚冲了冷水的慕容浩耳尖瞬间就红润起来。林云熙，你卖了这画给郡主？又叫我的全名，完蛋了，又惹祸了。王爷，这是艺术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我之前送了5套这样的衣服给郡主，她说少妇很喜欢，想再问我买几套，我剩下的也不多了，只能画图给她，让她自己找裁缝做。明心郡主就是穿了这样的衣服得到少妇宠幸的，这女人真是够大胆的，什么图她都敢画，什么衣服她都敢送。哎呀，真是拿她没办法。王爷，过程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当然不只是这些衣服的功劳，没有心理学，少妇不去郡主的院子，那也不会成功啊。好吧，送都送了，画也画了，还能说什么？丫头手上还有这样的衣服？回王爷，有的，不过呢，只剩下5套了。我想着成婚后再穿给王爷看。说完，林云熙自己都红了脸，他脸上带着笑，看他还笑得出来。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在东胜国是禁止售卖的吗？本王警告你啊，日后不能再卖这样的画作，这和那小画册也没什么区别，是禁书一类的存在。啊，那好吧，看来想赚这银子还真是不行了。原来他还想把这画发扬光大，你还想挣银子？王爷那么生气，我自然是不敢啦。丫头，你是不是缺银子了？上次给你的15000两黄金用完了，如果用完了，本王再给你。那些黄金当然没有用完，那些是丫头的保命钱，我可舍不得花她给我的黄金，我得好好的留着。那丫头除了那些黄金，是不是其他银钱不够了？够的，我现在流水也不少。我知道王爷你有钱，以后我困难了再找王爷伸手要，王爷不要生气了好吗？不气你就不会长记性，哪有女子大庭广众下卖这种画的？也没有大庭广众啊，就只有郡主和恭王世子在。你画着画，恭王世子也在。慕容浩这刚刚消下去的气又被他提起来。林云熙，你胆儿肥了，你在外男面前都敢画这种画？文化差异啊，真不知道古代男人的脑子是怎么长的，这么排斥这样的艺术。不就是服装设计的手绘图吗？一个个的都那么大的火气。哎呀，算了，我小女子才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还是给他先消消火气吧，不然今晚就别想睡了。
王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了，以后我一定不会画了，真的。求王爷亲亲丫头嘛。你想得美，本王生气为何要亲你？那只好我亲亲王爷了。林云熙抬头吻住了慕容浩的柔唇，然后深深地探入他的唇齿间，这一吻瞬间就吻去他刚刚的火气了。慕容浩一边吻着他香甜的唇瓣，一边一层层地拉开他的衣带，最后就只剩下他光洁的身躯。一时间，床外里温度又升高了起来，二人交织在一起，发出了女人一声声求饶和娇男声。第二日，慕容浩醒过来，看到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他，他双眼含情地问他：本王那么好看，让你不睡觉都一直看着？我想记住王爷的模样，回到青山寨也要好好想你。本王喜欢丫头你这张小嘴，说出来的话真是让本王不想上朝了。那可不行，这样我就成红颜祸水了。你离红颜祸水不远了。王爷，起床了，我为你更衣。要是再腻歪下去就真迟到了。慕容浩下了床榻，张开手臂等着他，看着林云熙为自己更衣，眼神里都充满了不舍。这丫头不知道回那青山寨多久，未来的日子又是看不到她了。慕容浩忍不住叮嘱起来：我多派几名暗卫跟着你吧，这样我也能放心些。不用，有天2天3就够了。我一个大夫，要那么多暗卫没有用，还是王爷要多带暗卫才对。现在你接管了军机房，肯定会有很多人眼红的。王爷，你在上京城要小心哦。你倒是想得透彻，确实有很多人盯着军机房。当然了，接管了军机房，东胜国的军队都管你要兵器，谁不眼红啊？王爷，我现在都有些担心你了。不用担心，本王自有胜算。好啦，那今日我就先回去了。王爷这段时间就好好忙你的军机房的事情，记得有时间想我就可以了。慕容浩习惯了他日日在自己身旁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又要分开，确实是十分不舍。他紧紧地抱着林云熙，不愿松手。王爷，快走吧，你要迟到了。慕容浩低头亲吻了他的额头之后，转身离开了林府。林府门口，天2天3正坐在一辆马车前等着林云熙。林云熙坐上了马车，缓缓地行驶在上京城的大街上。林云熙其实很喜欢上京城的繁华，他打开车窗，一直就看着沿街的街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前面突然传来一辆马车狂奔而来的声音，刚好马路前面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串糖葫芦过马路，那疯狂的马车正往那小孩驶来。天2天3，快救那孩子！是。二人武功了得，一个闪身飞到孩子前面，一个和那疯马周旋，一个救下了孩子。正当林云熙下马车查看孩子是否受伤的时候，一只大手用一块帕子从后面捂住了他的鼻子。大街上都在看疯狂马车撞小孩的热闹，没有人注意到林云熙马车的动静。那刺客速度很快，把林云熙放入他旁边另外一辆马车之后，就打马离开了。天2和天3处理了孩子的事情之后，他们就连忙跑到林云熙的马车旁。只见马车帘子是打开的，可是林云熙却没在马车里面。他们看了一圈，发现马车旁的地上留下了2颗上乘的珍珠。快发消息禀报王爷！慕容浩此时正在军机房处理正事，只见天一来报：王爷，林姑娘出事了。什么？出事了？天一把2颗珍珠交给了慕容浩。慕容浩此时大脑一片空白，心快被炸裂了一般的疼起来。快说，他怎么了？天一把刚刚天2和天3传回来的消息一五一十的回禀：调动王府所有暗卫给本王找，进了看沿路还是否留有珍珠。顷刻间，瑞王府所有的暗卫全部出动。这边林云熙因为给自己打了解毒针，很快就醒了过来。他开始思考，他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大夫，竟然还有人来绑架他，肯定不是冲着他来的，那就是冲着慕容浩来的。他有科技库，要逃跑也非常的容易。林云熙开始思考起来，慕容浩多次被追杀不得安宁，这次应该和之前的追杀有关。他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要杀慕容浩。老二，你说主子抓着女人有用，能引来慕容浩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主子的安排我们照办就是了。嘿嘿，我看这女人姿色不错，要不我们一起玩玩？主子说过，不能让她受伤，可不能乱来，小心你的脑袋。这么美的美人不能享用，真是可惜了。或许主子杀了慕容浩后，就会给我们玩玩呢。嘿，说的也对，赶紧带回去交给主子。回主子，人在里面了。干得好，在外面守着。是。只听房门被打开，林云熙继续装睡，没有动。你不要再装了，你的药效已经过了。竟然被看穿了。
林云熙索性就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一位身穿黑色暗纹云锦长袍、身材伟岸、脸上戴着半张银质面具的男子。林云熙也不说话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这人他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。林云熙脑子运转，调取脑部所有的记忆。原来是在丰来客栈的楼梯转角处见过他。怎么这样看着我？不好奇我为什么要来抓你？我不和戴面具的人说话，没有诚意，无话可说。果然是慕容浩看中的女人，有点意思。林云熙不理他。真不好奇。我只和长得帅的人说话，像你这样戴面具的，要不就很丑，要不就是毁容了，没有资格和我说话。他想知道这人长什么样子，逃出去之后或许就能够画出这男子的画像给慕容浩，先激将法试试。帅什么意思？就是长得好看的意思。我让你看了我的脸，我会杀了你，你不怕？林云熙继续不理他，懒得看他，他更不回答这男人的话。慕容浩什么地方吸引你了？林云熙还是不回答，让他自己把天聊死。想看我的脸才和我说。林云熙点了点头。好，满足你的愿望，但我不保证你看了我的脸后你会活着。说完，这男子就缓缓拿下他的银质面具，露出了一张英挺的剑眉，乌黑深邃的眼眸。这张脸可以看。说吧，你是谁？为何要抓我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慕容浩心尖上的人。大哥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我只不过是慕容浩随便养在外面的一个女人而已，怎么就成他心尖上的人了？不是心尖上的人会给你配他顶级天字号的暗卫，莫不是他疯了吧？你自我想象的能力不错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为何抓我？我和他有血海深仇，我要让慕容浩看着他的女人在我手里，他是什么样的表情？我就想看到他痛苦的样子。你说我放消息出去，你在我手里，他会不会来救你？血海深仇？他杀了你父母，抢了你妻儿，还是灭了你九族？这倒没有，他断了我的手指，这断指之仇一定要报。断手指就要杀人？我以为是什么事呢。既然他断了你一只手指，你也断了他一只手指就行了，干嘛要打打杀杀的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好好回家和妻子孩子热炕头不好吗？好日子不过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说得倒轻巧，我断你手指看看，你想不想杀我？不想，我没有杀人的爱好。等一会儿慕容浩来了，我要让他尝尝失去心中所爱的痛苦。你等着吧，你那么牙尖嘴利，也要让你尝尝失去慕容浩的滋味。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你先能打得过慕容浩再说吧。他知道慕容浩的武功在东胜国那是数一数二的，他有这自信。听到他要杀慕容浩，林云熙一身怒气，原来就是这厮一直骚扰慕容浩的生活呀。一会儿不把他给废了，他就不叫林云熙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男人戴上面具走出了屋子，关上了门。上京城内，慕容浩集结了瑞王府所有的暗卫，打马分4路，出了4个城门，寻找林云熙的下落。当他正往北门去的时候，传来天一的声音：“回王爷，在正西门方向发现林姑娘丢下的珍珠。”走，往西面找。慕容浩一个转身，奋力打马往正西门而去。往西寻找的暗卫陆陆续续来报，一路上捡到了10多颗珍珠。他们一路寻找珍珠，一路上快马往前，直到找到第30颗珍珠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处木屋。所有的暗卫准备就绪之后，慕容浩找来了天一。天一，林姑娘应该在那间屋子里，你们一会儿在外面护着，本王进去救她。是，我们会誓死护着王爷和林姑娘。好，行动。当他们靠近木屋的时候，一道冷冷的声音响起：“慕容浩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就这一声音，慕容浩就知道来人是谁了。他在边境很多年，经常和这人打交道，化成灰他都能够认出他来。西域国3皇子朱宪南。朱宪南，本王的女人呢？她确实是你慕容浩心尖的女人，带了那么多暗卫来救她。不过今日不知道你还能不能见到她。她现在能呼吸的空气越来越少。你把她怎么样了？没怎么样，她就在屋子里。要不你自己进去看看。慕容浩不废话，直接拉出长剑，直指眼前的朱宪南。一时间，院子里2拨人马混战开来。天一飞身跳上了屋顶，和朱宪南展开了厮杀。慕容浩飞身进入屋子里，推开门之后，他关上了门。映入他眼帘的是屋内有一座铁质大钟，不用多想，丫头定然是被困在里面了。丫头，你在里面吗？慕容浩，我在里面，你在外面试试能不能抬起大钟。
慕容浩在外面听到了他的回答，松了一口气儿。他就怕这丫头在里面窒息了。他试着拿起大钟的边缘部位，可惜这大钟的重量实在是太重了，无法移动。丫头，别怕，我再试试。你在里面什么都不要动，保持均匀的呼吸。慕容浩，如果抬不起来，你就试着用力气在钟的边缘戳一个口子，我只要有口子就能出去了。慕容浩听到他的话，直接拿起剑在一边缘处用力的挖着。黎云熙在里面听到声音，找到了具体的位置。他也在里面用匕首在慕容浩挖的位置挖下去，不一会儿，两个人就在地下挖出了一个很小的洞来。慕容浩看洞能伸手进去，他用手握住了钟的边缘处，一个使劲试图抬起大钟，但是这大钟实在是太重了，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抬不起来。慕容浩，把你的剑伸进来一些，我就能出去了。钟都抬不起来，他如何出来？慕容浩虽然疑惑，可是他也听令照做了，把剑伸入了洞口。好了，把剑拉出去。慕容浩把剑拉了出来，只见一个晃眼的功夫，黎云熙就不知道从何处跳了出来。慕容浩，没事了，不用担心了。外面那人应该就是要买凶杀你的人，我出去杀了他。那人是西域国的三皇子，杀不得，会引起两国的纷争。那他还天天追杀你，留他一命给父皇处置，或许能换回一座城。好，留他一条狗命。两人走出门，就看到了外面的厮杀。丫头，你在屋里等着，不要动手，注意安全。随后慕容浩飞上了屋顶。朱谢南，和本王交手多年，你还不服输？朱谢南看了看慕容浩，又看了看屋顶下的林云熙，他大吃一惊。他怎么出来的？那钟那么重，一个人如何让他出来的？这个就不需要你管了，你就只管受死。慕容浩说完，拔剑就刺向他。朱谢南回过神儿，拿起长剑就对抗起来。俩人飞身而起，手起刀落之间，双剑碰撞，电光火花四溅，天空瞬间就划过了多道剑影。两人不分上下的打了一炷香的时间。只见慕容浩找准时机，一个反手便将剑划过了朱剑南的肩上，最后他用剑顶住了他的脖颈。让你手下停手，都给本王停下！下面交手的黑衣人和暗卫纷纷停手。敢追杀我的男人，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丫头别冲动，留他一条狗命。王爷放心，我不会让他死的，只是让他长点记性而已。只见他手上拿着3支银针，手指一挥，银针就分别飞到了朱谢南的脖颈、胸前还有腹部。死女人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不会要你的命的，只是让你半年内不能人道而已。下次再敢对我男人下手，就不会这么简单放过你了，那就是断子绝孙的惩罚。天一，把这些人打入大牢，由父皇定夺。是。其余人回王府。王爷，这里离青山寨是不是不远了？不远。要不王爷送我回青山寨吧？啊。他一把抱起林云熙，带他上了黑色的骏马，直奔青山寨。骏马之上，两人没有说话。林云熙只觉得慕容浩抱着他的手臂越来越紧了，他低声道：“王爷，你抱我太紧了，有点热。”给本王受着。这又闹哪出啊？生气了？今日是我被劫持，他不应该心疼我吗？唉，看来两人刚刚谈恋爱，还是要多磨合才行。所有暗卫退后3丈守着。只见慕容浩拉着他的胳膊进入了主屋，他双眸深邃地看着他，那怒气都快要溢出来了。林云熙，本王和你在一起会少活几年。王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又给本王装，你明明有很多机会逃跑，你为何不逃？你知道吗？本王听到你出事，本王心急得都快碎了。王爷，现在不是没事吗？没事，本王不去救你，你能出那个大钟？是有点难。你为什么总是一身犯险？你想过本王的感受没有？本王很怕失去你，你知道吗？慕容浩，你别推开我，认真听我说完好吗？慕容浩感受到他柔软的怀抱，哪儿还舍得推开他呀？你想说什么？本王听着。慕容浩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一切都是陌生的。你是我唯一能信任和心爱之人。你可以不高高在上，可以不大富大贵，但是我要你平安顺遂，所以我会不留余力的守护你，不想让你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杀。我讨厌你犯险，就像你讨厌我犯险一样。是的，我是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逃跑，可是如果我逃跑了，我就没有办法知道到底是什么人一直在追杀你，你就会一直陷入那种无法预测的危险中，这是我没有办法容忍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很惜命的，我只做我有把握的事情，我不会让那些坏人伤害到我。我知道你现在生气是因为担心我，其实我的心里特别高兴，因为这证明慕容浩是爱着我的，我所做的这一切也都是值得的。慕容浩，你说对吗？这话还没说完，慕容浩便俯身堵上了他的唇，
他是多爱自己才会以身犯险，为他找出刺杀他的真凶。他还生凌云熙的气，这真是不该。两人呼吸凌乱，彼此深探对方的唇齿。这一吻让他们忘却了刚刚的矛盾，只记得彼此的爱意。一阵狂风暴雨的拥吻过后，慕容浩离开了他的唇。丫头，对不起，本王不该对你生气，本王就是太紧张你了，原谅本王可好？不用对不起，王爷没有错，我很喜欢王爷紧张我的样子。好了，王爷你不要再这样了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还把买凶之人给收拾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嘛。高兴。哎呀，死丫头，本王不在时，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？王爷不是看到了，我现在完好无损的站在你面前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下次那个什么朱宪南再敢来骚扰我男人，管他什么两国邦交，我直接把他杀了。你这次也真够狠的，让人家半年不能人道。哼，我差点让他断子绝孙呢。王爷，你说皇上会如何处置他？他可是要刺杀当朝皇子啊！如果本王没有猜错的话，父皇应该会拿他换一座边城回来。一个人换一座城倒也划算，不过再有下次，他必须死。那么恨他？感动我的男人，不死也要残。哎，好了，一个女人家不要打打杀杀的，给本王做好吃的吧。本王过了晌午还要回京复命呢，想你的好少一了。好，现在就给王爷做，再亲一个。有女人像你这样不害臊的吗？没等他回答，慕容浩就吻上了他娇柔的唇瓣，两人呼吸乱了又乱，唇齿间吻得忘情。这是丫头在路上丢的30颗珍珠，现在物归原主，日后本王再找一些送给你。看着这失而复得的珍珠，林云熙一脸的猜谜样。哇，我的珍珠还能找回来，太好了，多谢王爷。那么喜欢珍珠啊？喜欢它低调的光感，温润如玉的触感，看着这些珍珠让人心情很平静。要不本王弄一个珍珠项链给你？不要，我就喜欢这一颗一颗的，那么大的珍珠项链戴出去有多扎眼啊。慕容浩还真是第一次看到有女孩子不喜欢首饰，喜欢这一颗一颗珍珠的。他想到了什么？哎，丫头，你不说本王都忘了问你，本王给你定做的那些衣服你都不喜欢吗？没见你穿过。王爷送的衣衫那自然是极好的，但是太华丽了，我一个大夫总不能穿着那么华丽的衣衫给人看诊吧。待以后我做了王爷的王妃之后，一定穿得漂漂亮亮的。好，丫头总有自己的想法，本王就不管你这些了。王爷对丫头最好了。今日陪同的暗卫比较多，林云熙做了好多的菜，院子里和主屋里的2桌都摆上了美味佳肴。王爷，叫暗卫们过来用膳吧，他们天天吃干粮，今日他们有功，我请他们吃饭，如何？好，你安排就好。王爷最好了，我们在屋里吃，他们坐屋外。他的嘴总是这么甜，动不动就会来1-2句夸自己的话。慕容浩此时那是满心的欢喜，看了看桌上的饭菜，酸溜溜的逗他。天2天3跟着你享福了，本王可是听说他们的伙食非常好，比本王都要好。怎么可能？若是我在王爷身边，肯定给王爷做最好的，哪里有他们的份？好，从你这小嘴里说出的话，总能让本王开心不已。就是要让王爷开心，这是丫头的本分。慕容浩心情大好，他一声令下，你们都过来用膳吧。林姑娘答谢你们今日救了她。暗卫听令，齐刷刷就来到了院子里。主子，你这手艺真是天下一绝啊！王爷有福了。那是必须的，王爷认识你主子那可是有福了，但是你主子我认识王爷更有福，王爷对我可好呢。主子，你和姑娘家也不害臊啊，王爷都听着呢。王爷喜欢听我说情话，王爷你说是吧？吃饭就吃饭，哪来这么多话？哦，好，吃饭。林云熙看到他微红的耳尖，算了，不逗这纯情的大男孩了。最后暗卫们吃好了饭，跟着慕容浩打马离开了。大当家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也不叫我去接你。知道你忙，我就不打扰你做事了。你这要去哪？大当家说什么话？再忙也要去接当家的。不过现在当家都回来了，就不用接了。属下昨日和徐掌柜约好了，今日要去和他谈冰块的事情。大当家先回寨里歇歇，我晚点回来再和大当家汇报寨里的情况吧。你可要去文山村？是的，我们的冰块就是在文山村交易的。文山村可有教书先生？大当家要找教书先生，文山村好像是有一个村办学堂，里面应该有教书先生。大山，我和你去一趟文山村吧，看看我们冰块交易的地方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教书先生。好，大当家请。大当家为何要找教书先生呢？咱们寨子里很多兄弟都不识字，我现在需要用人，寨子里的兄弟们都兢兢业业地跟着我干活，我想用他们，他们要懂礼识字才行。这是他的计划，他早有宏图大志，日后他的生意一定会越做越大，会用到很多人。林云熙想先从寨里的兄弟用起。大当家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安排？果然是我的二当家，我说一些话你就能知道我有新安排。
那必须要懂大当家的意思了。像当家说的，不进步可不行。好，我告诉你吧，我在京郊呢弄了一些土地，我想抽调我们寨里的人去那边干活，以后呢应该都会在那边生活了。但青山寨是我们的根据地，这3座大山还是需要有人守着的，留守的人必须要能带起来才可以。所以我现在想找教书先生到寨里教他们学识字、认道理，以后我们的生意做大了，我也能够有自己的兄弟出来帮我。大当家真厉害，才出去了20几日，就有能力带我们兄弟出去了。我王大山会一直追随大当家。大当家你不知道，我王大山才认识大当家2个月，现在生活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很感激你，真的，我以后带着那些兄弟好好干。好了，大山，你我的相遇是缘分，不要老是说感激的话了，好好干你自己的活，对得起自己就好了。啊，都听大当家的。俩人聊着，就来到了文山村徐掌柜的冰块库。王大山远远地望过去，就看到徐掌柜正拉着一位身材娇俏的女子在屋前看着风景。徐掌柜久等了，今日我带了我们大当家过来看看。2人转身，只见徐掌柜身旁的女人竟然是苏七七。2个女人看了看对方，都是露出惊讶的神情来。见过大当家，这位是在下的爱妾苏七七。见过徐掌柜，见过七七娘子。这位是青山寨的大当家？正是。哦，大当家真是厉害，什么地方都有你的身影。你们2人认识？不认识。林云熙听到苏七七的回答，知道他不想旧事重提，林云熙也不想再探究下去。大当家，今日您既然来了，在下就想和您谈谈这冰块供货数量的问题，如何？徐掌柜，这些呢都是我的2当家王大山在管的，你和他谈就可以了。我和王大山谈过了，现在天气是1年中最热的时候，现在很多商铺都找在下供货，在下想多和你们拿货。王大山说可以加量，但是加的量还是不够。大当家，你看能不能多给点量给在下这边？林云熙看了看王大山，大当家，最近冰块热销，冰块组的兄弟们全部都用上了，都在加班加点的，已经到极限了。有没有从其他组调派兄弟过来帮忙？这倒没有，我以为其他组的兄弟不能调。可以的，现在冰块这么热销，这样吧，你先应下徐掌柜的要求，晚些我们回去调派人手，毕竟冰块这一生意就这2个月的热卖期了。好，听大当家的，我现在就和他谈，他要多少就供多少，对吧？你和他谈吧，我先到村里四处看看，你忙完过来找我就可以。是。林云熙和徐掌柜见礼后，就走出了存冰块的小院子。天三，这苏七七怎么会在这儿？主子不知道啊，我以为天一有和你汇报呢，应该是他忘了。当时王爷叫天一处置了那苏七七，叫天一把他赶出京城，找个人家做小妾也行。天一这不是天天跟着王爷，哪里知道哪家要纳小妾啊？他和风清镇五味楼的张掌柜有些交情，就找张掌柜帮忙。刚好徐掌柜是张掌柜的朋友，知道他要纳妾，就这样，徐掌柜就纳了苏七七为妾。主子你不知道，这苏七七进了徐掌柜的家门，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，深得徐掌柜的宠爱。徐掌柜到哪里都带着他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当家主母呢。天三，你可以啊，这情报说的像八卦新闻一样。今晚赏你好吃的。嘿嘿，多谢主子，知道主子喜欢听这些，当然要打听清楚了。天二在一旁翻着白眼儿看着天三，天三回他一个得意的鬼脸。请问3位到我们学堂是有何事啊？教书先生您好，我叫林云熙，这次来打扰先生，是想请先生帮忙教我的弟兄们读书识字。你的弟兄们多大岁数？他们有的10几岁，有的20多岁。哦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何这么大年纪还要读书认字？爹爹，娘亲让我们叫你回家用膳了。林云熙随着声音看去，只见2位大约14、15岁、貌美如花的双胞胎姑娘向学堂里走来。好，爹爹这里还有客人，你们回家让娘亲等等，爹爹忙完就回家。娘亲说了让我们和爹爹一起回家。好，那你们在边上等着，爹爹马上就好。姑娘见笑了，小女们不懂事。没有，我很羡慕先生有幸福的家庭。姑娘这是何意？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所以很羡慕幸福的家庭。姑娘节哀。没事没事，我现在也活得好好的。先生，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？说到你的弟兄很大年纪了，还要读书认字。是的，先生，我先来说说我是谁吧。名字呢，先生已经知晓了，我是你们村旁边3座大山青山寨的寨主。我的弟兄们很多都没有读过书，他们不识字，现在和我做事有些吃力，所以呢，我想请先生到我们寨里去教他们识字明理。你们是山贼？先生，不是的，我们只是住在这山里而已，我们不偷也不抢，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生活，
不是山贼。老夫之前可听说过青山寨的人有抢别人家粮食的。那是之前的事情了，我接管的2个月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了。现在我们寨里都自给自足，还过上了好日子。先生不信，可以去我们寨里看看。老夫可不教什么山贼，你们请回吧。他们我看不上，也教不起。先生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我可以付给你酬劳，而且我以后可以给文山村的学堂捐献笔墨纸砚。你走吧，不是钱的问题，老夫就是不想教这等人。先生，你说的这等人是什么意思？先生还是读书人呢，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真让人心寒。是，我的弟兄们之前有犯过错误，但先生必然是听过这样一句话：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他们现在兢兢业业，靠着自己的双手劳作，获得了不错的生活，他们难道不应该被原谅吗？还有，先生口口声声仁义道德，但是先生满脑子里却把人分为了3、6、9等。我一直认为，人生来就该是平等的，大家都有同样珍贵的生命，这些生命都应该被珍视，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公平的权利，特别是教育的权利。先生就仗着自己读过几年书，就这样藐视其他人，你不觉得你太肤浅了吗？如果先生您还认为您不愿意教我的弟兄们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也许先生的思想和我背道而驰，那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我们走就是了。教书先生听林云熙说出了这么一大段话，他愣住了。教书先生在思考着林云熙刚刚说的话，人生来就该是平等的，大家都有同样珍贵的生命。他这教书育人多年，从来都没有人敢反驳他，他也从来都没有听过如此奇特的观点。姑娘，你说过会为我们文山村的学堂提供笔墨纸砚，对吗？你可知这些东西不便宜？本姑娘说话算话，现在就可以和你签书契。还有，我会付你每月30两银子的月钱，你看合适吗？林云熙又看了看先生的2位女儿，这看着是有接受过教育的女孩，应该也可以一起去寨里教书的。他试探着说道：如果先生有其他人可以介绍，我还想多请2位先生，月钱也是30两1月，毕竟我寨子里有300多号弟兄要读书识字。姑娘，老夫白天的时候要在村里的学堂教书，就不知道能不能晚上过去寨里。我知道先生的这些难处，我是这样规划的：先生白天就在村里教书，每日傍晚用过晚膳后，我让我的弟兄们专人接送先生，夜晚就教他们1个时辰，但是要给他们留下第2日的作业才行，毕竟温故而知新。先生看这样可以吗？1日只需教1个时辰？是的，这些条件呢会和先生签书契。那姑娘，你要找另外2位教书先生，能不能是姑娘？当然可以，我只需要教会我弟兄们识字明理就可以，不管男女。老夫的2位女儿在我的教导下读过不少书，她们教认字儿是绰绰有余的，姑娘看可以吗？先生，当然可以，不过您要不要问问他们2人的意见再做决定？先生看向自己的双胞胎女儿，只见2人点了点头。爹爹，我们想去。刚刚听了姑娘的一席话，我们很认同她的观点。我刚刚和妹妹在旁边沟通了，我们也想用我们的所学，为这山里的人做点自己的贡献，而且还能赚银子。先生，既然你们3人都同意了，那咱们就互相介绍一下对方吧，可好？确实是老夫失礼了。老夫姓名为怀淑瑜，你叫老夫怀先生就行。我是姐姐，我叫怀子金。我是妹妹，我叫怀子佩。怀先生，你这里可有笔墨纸砚？我今日出门比较急，忘带了，要不咱们今日就把书契给签下吧。有，老夫这就去拿。说完，这怀先生拿了笔墨纸砚，递给了林云熙。林云熙思考了一下，开始动笔，一下就拟好了6份书契，一式2份，3个人共6份。几人签好了书契之后，怀先生好奇地问林云熙：我看林姑娘也是读书人，为何不自己教你寨里的兄弟？我是一个苦命的人，我的时间呢是用来赚钱养我这300号兄弟的，不是用来教他们的。教书就靠先生你们了，明日我就让我们寨里的兄弟来接你们。我还有事，就先回寨里了。好，多谢大当家，再会。林云熙走出了学堂，终于搞定了这读书人。今日收获不小，他开心地往回走，就看到王大山来找他了。大山，谈完了吗？他们需要多大的量？大当家，徐掌柜需要的量是之前的2倍，我都答应他了，还签了新的书契。好，咱们赶紧回寨里一趟，今日就多调派些人手出来。好，听大当家的。一路上，林云熙告诉了王大山，他要给寨里的兄弟们请教书先生的事情。王大山经过2个月和林云熙的相处，自然知道他做事情会想得很远。大当家放心，我这就回去鼓励大家好好读书识字明理，以后能独当一面，就像我一样。
如若寨里的兄弟们个个像你一样，就很好，我就能放心了。大当家就爱夸人，夸得我都感觉要更努力才行。大山，这段时间你做事很上心，寨里的事情都是你一人撑着，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，不是我的夸奖。好好干，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都听大当家的。对了，明日呢，你作为二当家，就先去学堂接怀先生一家人到山寨里上课，后面再排班给兄弟们轮流接送就好，你不用日日跑。好的，明日我亲自去接他们。这边，苏七七和徐掌柜坐在马车里往枫京镇自家徐府赶。老爷，你和青山寨做冰块生意，你可有想过他们哪里来的这么多冰块？他们说他们冬天存的，量比较大。他们说老爷就信了。现在天气那么热，冰块存在什么地方都容易化吧？这老爷我就不知了，反正他们负责供货给我们就可以，能赚钱就行。老爷，会不会是有谁给他们供的货？老爷想不想跳过他们，直接拿到更便宜的冰块？苏七七想知道这青山寨的冰块会不会是8殿下供给他们的？这可不好查，我们只是一介商贾，书契都签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做生意就行。至于是谁给他们的货，老爷我可不管，也不是老爷我能管的。老爷，要不我为你查查如何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不要查这些事了，老老实实侍奉老爷我就行。徐掌柜说完就亲上了苏七七的唇，手已经不老实的在他身上游走。老爷和你说正事呢，别这样，大白天的车夫都听到了。太妾不怕，他看不到啊。只见苏七七嘴角微抽，僵硬的表情迎上了徐掌柜的吻。他好恨林云熙破坏了他的美梦，让他被迫离开瑞王府，让他再也见不到他心心念念的8殿下，现在还嫁给这又老又丑的徐掌柜为妾。苏七七要查一下这林云熙的冰块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不是8殿下给他的货源？如果是的话，他要报仇。此时一个计策在苏七七的脑海里闪现。第2日一大早，天空阴沉，乌云密布。大山，你今日不做别的事情，安排出家具、茶叶、洗涤组的仓库出来，叫大家伙把自己屋内的凳子带到这3个仓库里。我请了3位教书先生，一个先生教3个组吧。你现在呢，马上去安排人清理仓库，好好弄一下。对了，现在呢，马上叫3组组长孔记做3块大黑板出来。这些事情都尽量在教书先生们来之前完成。好，属下马上去做。吩咐好王大山之后，他就来到了冰块组。周阳看到林云熙过来，连忙就迎了上去。大当家好久不见了，今日过来了？今日的冰块量是之前的2倍，我怕你们忙不过来，我也过来帮帮忙。大当家不用你帮忙，昨日大山和我都在齐组调派了很多兄弟过来了，现在他们都上手了，今日的冰块很快就可以做好。今日运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？不会，大山说了，和徐掌柜签的书契是早上送1次，傍晚送1次，我们这就有时间制冰了。不错，有你在我就放心了，好好干，我看好你。多谢大当家的赏识，属下认真干就是了。现在生活好了许多，我还没有机会感谢大当家呢。不用谢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努力。去吧，你能应付过来，我就不打扰你干活了。我到其他组去看看。好，大当家慢走啊。李云熙一边走着，一边想着周阳做事认真肯干，把制冰组安排的那是一个妥妥当当的，难怪王大山说他是所有组长中最出色的。看来以后可以好好培养一下这周阳，他也许是能独当一面的人。这边，枫京镇大街上，一名女子戴着一顶黑色的围帽在大街上穿梭。这女子来到一间店铺，你们何掌柜在吗？姑娘，买什么直接买就是了，我们掌柜很忙的。我要出单。这一句话，小二明白了这姑娘的意思，麻溜的跑到了店铺后面，找来了何掌柜。听说你要出单，是，这边请。何掌柜把围帽女子带到了店铺后院，只见围帽女子在何掌柜的耳边说了些什么之后，何掌柜开口说道：“这单要500两白银，姑娘可给得起？300两如何？”姑娘请回吧。好，500两，今日可否行动？可以，先付一半定金。好。做完这些，这女子走出了采样铺，青山寨。周阳，今日的第2批冰块现在要去送了。是的，现在出发，一会儿就能回来了。你们一路小心，争取天黑前能回来。我看这天好像要下雨了，有没有带雨具？小心淋雨着凉。大当家放心，我们每次送货，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，雨具都会带在车上，防止冰块被雨淋湿了。带雨具不是为了给冰块挡雨，是要给人挡雨的。你们不要本末倒置了。多谢大当家关心，我们先走了。
赶在这天下雨前送到。好，一路上小心，快去快回啊！周阳很开心地带着兄弟们出了青山寨。当他们一行人走到一半路程的时候，忽然就见大约有20多个蒙面黑衣人从树林中跳了出来。此时，林云熙在青山寨里等着王大山带怀先生一家3人过来。他今日不知道是为什么，这心情就特别的烦闷。他也没多想，也许是天气的原因吧。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，王大山一行人就把怀先生和他的2位双胞胎女儿带入了青山寨。怀先生和2位姑娘好，欢迎来到我们青山寨。你们可用了晚膳没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这边让食堂留了你们的晚膳。当家姑娘好，不瞒当家姑娘，老夫刚刚散学，王大山就过来接我们了。我们还没有用晚膳呢。那正好，我让人留了饭菜给先生们，咱们先过来用膳。咱们先用膳吧，一会儿就上课了。啊，好，多谢当家姑娘了。怀先生也示意自己的2位双胞胎姑娘用膳。当他们夹了第1块菜放到嘴里的时候，3个人的表情都愣住了。当家姑娘，你们的饭菜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比我娘子做的好吃数倍。是吗？如若先生们喜欢吃，以后晚膳都可以在我们寨里用，我可以包你们的晚膳。这倒不用，我家娘子会为我们做膳食，可以过来偶尔用1次就好。那欢迎先生随时过来。几人用了晚膳，林云熙和王大山就带着3个人分别去了不同的教室了。这边，你们谁是首领？出来说话！我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拦住我们的去路？哼，我们也不为难你们，让你们老实交代，这些冰块哪里来的，我们就饶你们一命。我们的冰块哪里来的？和你们没关系，这不是你们该管的事情，让开，不要挡路。你们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兄弟们，上！抓了他们老大，怕他们不说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双方开始了混战。中央吹响了紧急信号。此时山寨里，林云熙和王大山一起在几个教室外穿梭着，观察他们兄弟们上课的情况。当听到这急切的哨子声时，2人对视了一瞬。天2天3，和我出山救援。大山，带些兄弟过来。林云熙疯狂地跑着，天2天3紧跟其后。王大山赶紧在一个教室里找了将近20名兄弟，拿着家伙就出了山寨。周阳这边，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那都是有武功的，但是由于敌方人手众多，而且都是专业的杀手，渐渐的就败下阵来。搏斗间，2名弟兄在4名黑衣人的围攻之下，身中数刀后便倒地身亡。哼，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说说这冰块怎么来的，我可以饶你不死，不然你就和他们一起去见阎王吧。你想也不要想，受死吧！周阳不和他们废话，拿起大刀一个跳跃，飞身向前，直直地冲向那黑衣人首领。他的左手被一名黑人的大刀砍了一刀，周阳倒地。怎么到死也说不出这个秘密？你只要说出来，真能饶你一命。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你想也别想，要不你就直接杀了我，杀了我，你也休想得到答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见外围的黑衣人纷纷倒地。周阳坐在地上，他看见林云熙向他跑了过来。这刚刚不是我弟兄们占上风的吗？怎么一瞬间全都倒地了？天2，检查他的嘴里有没有毒丸，小心他自杀。这人我要带回去严加审问，得找出幕后指使者。是。林云熙跑到周阳面前蹲下来，看着这满身伤痕累累的大汉，他心中的怒气无处发泄，双目泪花都在打转了。大当家别哭，这次是意外，我们带的兄弟不够多，以后会注意的。我的手没有多大事，断了就断了，我不是还有右手吗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的手断的。现在马上和我回寨里。大当家，那这冰块呢？王大山马上就过来了，我让他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大山带着20多位弟兄到了，看到这满地的尸体，他惊恐不已。周阳，怎么回事啊？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大山，没事，我的左手应该是断了，不过我人还在。你去看看其他兄弟吧。刚刚在搏斗中，我看到有2名兄弟不行了，具体的还要大山看看。大山，我要带周阳回去做手术，他的血一直在流，非常危险。你先带你带来的兄弟们去送货，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黑衣人的尸体处理了。咱们兄弟死伤情况你统计一下，兄弟们的尸首带回寨里。大当家，你先回去救治周阳吧，后面的事情我来处理就好。我忙完了会赶紧回寨里的。他看到周阳双唇变白，没有一丝血色，应该是失血过多所致。他在检查了一下周阳的左手之后，发现他的左手手腕上的手筋还有几根血管都被挑断了，伤势非常严重。他走出周阳的屋子，吹响了他的口哨。
各族族长听到这口哨声，知道是在呼叫自己，赶忙就冲向了青山寨的大广场前。只见天三一个飞身，飞跃到了广场中央。大当家吩咐2组、3组族长，现在需要你们2组各找来40名强壮的兄弟过来。大当家需要大量的血液救治周阳，动作要快。周阳救回来了，他没事了。现在谁在外面？回大当家，王大山和所有族长一夜都候着，都在外面。你有何吩咐，只管说。好，你们去找3个人过来，我教教你们如何照顾周阳。就2、3、4组的族长吧。3人来到林云熙面前，他吩咐道：周阳刚刚做完手术，还很虚弱。我的吊针里面有营养液，他这几日呢，只能吃一些流食，比如白粥这些好刻画的食物。还有，他今日还要打这2瓶吊针，打完之后换下来就行了。一会儿我就教你们如何拔针。大山，昨晚咱们几个兄弟伤亡情况如何？回大当家，有4位兄弟在这次事情中不幸身亡，3位兄弟受了轻伤，我已经给他们上药了。4位身亡，可有查出是什么人干的？回大当家，昨夜天儿严刑拷打了那黑衣人，他说他们是丰津镇残阳铺的人。咱们青山寨和残阳铺有仇怨吗？回大当家，我们最多就是抢过2、3家百姓的吃食而已。我们青山寨还算是本本分分的，没有得罪过什么江湖上的组织。那黑衣人说他们残阳铺有做杀人买卖的生意，他这次来就是受人所托，来打探我们的冰块从何而来的这个消息的。买凶之人应该只有他们掌柜知晓。天二何在？天二在。给我去查残阳铺，一定要找出这买凶之人，我要他碎尸万段。是。王大山，身亡的这4位兄弟可有家人？回大当家，3位兄弟都是孤儿，没有家人，有1位还有60岁的老母亲在文山村住着。你拿一笔丰厚的抚恤金去给他母亲，让他安享晚年，把他们都葬了吧。你找地方葬好后告诉我，我去拜祭他们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下去。我也累了，天三，送我回我的小院子休息，我下午再过来看周阳的情况。今日东岳林军有建兵演练，他要去主持这次演练，增强士兵们的士气。这刚刚来到营帐，天一就呈上了一张纸条。慕容浩大喜，一大早的消息一般都是压头的。他嘴角微勾地打开了纸条，可是当他看着这纸条上的字的时候，微笑便慢慢的消失。看完字条之后，走出了营帐，开始主持建兵演练。主持完了建兵演练，他叫来了荣副将。我们八殿下这是怎么了？一个上午都摆出那么严肃的表象，士兵们可怕你了。今晚本是本王守着演练的，现在换你来守着吧。不是吧？我昨晚才守着步兵演练，我今晚还约了我的相好给他买珠钗呢。本王的女人在京郊出了点事，本王今日要赶过去一趟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你就不用打听了，今夜你守着就行。行吧，谁叫你是我老大呢？为了你的幸福，我为你守着。唉，只能通知我相好改日了。本王不会亏待你的。光说不练，来点实际的。天一，给他50两黄金。只见天一一个闪身出去了，不一会儿手中多了一个盒子。哇，果然是为了女人什么都舍得，以前没见你这么大方。给你就收下，本王先走了。说完，慕容浩就骑上自己的黑色骏马，带着10几名暗卫打马前往青山寨。青山寨，林云熙一直从上午睡到了中午。这个时候，王大山来到他的小院子，认真的和他汇报：大当家，4名身亡的兄弟已经下葬了，大当家是不是要去看看？你带路吧，我和你去。王大山看了看乌云密布的天空，提醒道：大当家，这天要下雨了，我们带上雨具吧。好，帮我拿上我屋里的雨伞，咱们走。说完，王大山带着林云熙和天三来到离青山寨不远处的山林里。这4个墓很简单，但是周围都打理得干干净净的。林云熙看到王大山都准备好了祭祀用的祭品，他走上前点燃了3支香，为4位兄弟上香。众人跟在他后面一起行上香礼后，他让他们先回山寨，只留下了天三陪着他。林云熙看着燃烧的蜡烛，很多思绪划过脑海。他记得他在现代的时候和一位同事出了一个抓毒贩的任务，那位同事死在他面前的场景。他也像现在一样送走了他熟悉的同事。他才20岁，就已经经历过2次这样的事情了。他此时真的是很难过，揪心的痛袭来，泪水划过双眸，不停地滴落下来。他恨这弱肉强食的年代，为什么能如此滥杀无辜？这几个兄弟正是美好年华的时候，他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好起来，就这样走了，他真的好恨。此时天空电闪雷鸣，闪电划过天际，一阵阵雷声响起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慢慢地走进林云熙。丫头，下雨了，快上来，本王背你。林云熙此刻缓过神来，
看到慕容浩的瞬间，泪水就像决堤的洪水，无法停下来。每每这男人出现，她总觉得自己有了依靠，有他在，总能够让她觉得她还是个女人。林云熙俯下身，乖乖地靠在了慕容浩的背上，让他背着。慕容浩，我好痛，好累。丫头，别哭，乖，我们回家。丫头，去沐浴吧，小心着凉了。林云熙此时情绪不是很高，点了点头。他突然就感觉到脚下一轻，慕容浩把他打横抱起来，朝着浴房走去。你今日来月事了，就冲着洗吧，水很暖和，好好洗洗。王爷怎么知道我来月事了？本王的鼻子很灵的。去吧，沐浴好了出来用膳。刚刚天三和本王说了，你的早膳和午膳都没用，怎么那么不听话？没胃口，不想吃。那就先沐浴，别着凉了。看他如此温柔地对待自己，林云熙像是又活了过来，急匆匆地走进了浴房。当他沐浴好之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厨房点着蜡烛，他走近就看到慕容浩在里面忙着。王爷，还是我来吧。本王都弄好了，你在屋里等着吧，别出来了，屋外雨大风大的。亮晶晶的泪珠不争气地落下来，他跑进厨房，从后面抱着他的腰。慕容浩，我林云熙何德何能，能让你对我这般好？我慕容浩觉得你配，你值得。丫头，别哭了，有本王在，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。我这不是哭，我只是有点感动。傻丫头，本王受伤的时候，你不也是这样照顾本王的吗？但就是想流泪，止不住。好，那现在你哭完了用膳，如何？好，慕容浩，你抱抱我，丫头很喜欢你的怀抱。好。两人在厨房相拥着，远处天儿刚从风清镇办事回来，他看到天三那满眼羡慕的眼神儿。看啥那么出神？王爷一到，主子终于活过来了。你知道吗？王爷刚刚给主子烧水沐浴，还为主子炖鸡汤，还有那个什么红糖姜汤。我跟了王爷好多年了，都不知道王爷会做这些。哦，是啊。自从王爷认识我们主子后，就像变了个人一样。以前从来没见他做过什么粗活，认识了主子后，什么粗活都干了。还是我们主子厉害啊，把王爷拿捏得死死的。人家王爷这是享受这样的相爱过程，什么拿捏不拿捏？我们主子对王爷的好，那也是没得说的。他俩应该算是遇到真爱了吧？也许真爱就像他们一样吧，真羡慕。不羡慕了，好好当差吧。我们这样的人呢，就别想了。丫头，我们先用膳，晚点我们再抱抱。你一天不吃东西可不行。好，听王爷的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就是端过去，本王来就行。你来月事不要劳累，去屋里等我。哪有这么夸张？我昨日还做了一个大手术呢。我知道我丫头厉害，听话，去屋里等着。好，遵命，我的王爷殿下。王爷，那么多菜啊，咱们一起吃。一起吃。你先喝点鸡汤暖和暖和。林云熙几乎是一日没有进食了，刚刚喝了口鸡汤之后，才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。原先冰冷的四肢暖和了许多，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饭菜，要把体力补回来。慕容浩看他像饿狼般的吃相，嘴角露出了好看的弧度。王爷，你脸上脏了，我为你擦擦。丫头好好吃饭，本王一会儿沐浴就好了。多吃点，你这小狼崽儿今日是饿坏了。好，那王爷也吃。一起吃。两人用完了晚膳，慕容浩叫天三起来收拾碗筷出去。他叫来天儿，严肃地问道：天儿，昨日那事可有查到是什么人干的？回王爷，属下去了风清镇查了那残阳铺，他们的何掌柜被属下控制后，掌柜说那人还有一半买凶的现银没有付。后来属下顺藤摸瓜找到了买凶之人。买凶之人是何人？买凶之人是冰块商徐掌柜的小妾苏七七。林云熙听到这个名字，双目怒气蒸腾。他没想到当时放他一马，竟是换来林云熙兄弟的杀身之祸。有些人内心坏掉了，一辈子都是坏的，不能妄想他会悔改。林云熙此时真懊悔自己当时不能心狠手辣一些，在苏七七谋害冷嬷嬷的时候就把他给解决了，也就不会出现昨日的事情了。这是一次教训，这一次他再也不会放过苏七七了。这个女人一定要死。天一，今夜把苏七七解决了，这个人不能再留在世上。王爷，
还是让我动手吧。他哥哥毕竟对你有恩。他哥哥苏达对本王有恩，不是他对本王有恩。这样的人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本王动手就行，不能让他污了你的手。你的手是拿银针治病救人的。去吧，处理看见些。那个徐掌柜的嘴，最好也封严实了。是，天一领命。这一晚，徐掌柜吸纳的小妾苏七七溺死在了自家的池塘里。徐掌柜一张草席把她给裹了，丢进了乱葬岗。这边，林云熙看着外面雨已经停了，想着本应下午去看看周阳的伤势，现在拖到了傍晚。王爷，周阳今早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现在我也得去看看他的情况。你就在屋里沐浴等我吧，我和天二天三过去看看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本王和你去吧，本王好久没有去青山寨了，一起去看看。王爷，你身上也淋湿了，丫头怕你着凉了。傻丫头，你不记得本王有真气吗？你用真气弄干了衣服？算你聪明。走吧，你沐浴过了，本王背你。这慕容浩今夜真是把我宠上天了，那么多暗卫在一旁，我不怕了。不用，那么多暗卫都看着呢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本王的话也不听了，上来。林云熙只好乖乖地爬上了他的背。今日他背了他2次，林云熙发现除了他的怀抱，他的背也好舒服。听说你为寨里的兄弟们请了教书先生？是的，我想呢，日后会有很多事情要发展要壮大，我想用他们首先要识字明理才行。丫头，你很有远见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本王支持的吗？暂时没有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会和王爷开口的。一定要开口。本王是你的男人，记住了，有困难和你男人说，你是有男人在背后撑腰的女人。好，有这么好的夫君，真幸福。你叫本王什么？再叫一遍。夫君啊，王爷喜欢。喜欢，喜欢。大当家你过来了，哎呀，当家夫君也过来了。哟，大当家这是怎么了？这是不是哪里受伤了？让当家夫君背着。慕容浩，你先放我下来。王大山，你们当家的昨夜做了一个大手术，累坏了，让他在我的背上休息一下。周阳在哪个屋住？我带他去看看他。原来如此，就在那边，我带你们过去。林云熙满头黑线，今晚这慕容浩又抽风了，把他背得紧紧的，怎么都不肯放他下来。他可是这青山寨的老大呀，这以后还怎么混江湖啊？慕容浩，你最好放我下来，不然今晚有你好看。本王很期待你今晚的表现。你，好吧，好女不和男斗。来到了周阳的屋子里，慕容浩终于把他放了下来。林云熙来到床前，周阳此时已经苏醒了过来。周阳看到大当家的过来，刚想要起身行礼。周阳，你先不要动，你还有伤在身，不必如此多礼。多谢大当家的救命之恩，周阳会用一生报答大当家。族长们都说，昨夜如果不是大当家，周阳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周阳这条命以后就是大当家的了，任由大当家差遣。别说这话，此事本是因我而起，我还觉得抱歉呢。要不然咱们就算扯平了，如何？大当家什么话？不要这样想，属下这条命就是大当家你的了。好好好，你的命还是你的，以后呢好好干活就行了。你的手臂我看看。看了看他的伤口，拿出药箱里的碘伏和棉球，给他全面消毒了一番。林云熙给他配上了止痛药、消炎药，然后就交给了王大山，告诉王大山应该怎么样服用之后，又开口和周阳说道：你的左手以后会没事的，虽然手筋被挑断，但我接回来了。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好好养着，后面多做些康复训练，还能和以前一样使用的。大当家，是真的吗？手筋断了还能用？属下以为我的左手算是废掉啊。本大当家有骗过你们吗？那倒没有，太感谢大当家的了。好啦，你好好休息，你这样的体格恢复起来很快的。这段时间呢，切记不要沐浴，就叫王大山帮你擦擦身体吧。只听旁边慕容浩轻咳2声，提示他不要说的那么直白。这不是在看病吗？这男人又要抽风。哦，当家夫君今日也过来了，刚刚属下没有看到您，失礼了。无妨，你好好养伤，不让你们大当家那么累就行。这男人这话是怎么说出来的？真是无语。慕容浩的这话真具杀伤力，弄得满屋子的人都尴尬不已。林云熙只好再交代其他注意事项，让周阳好好休息之后，带着慕容浩就离开了周阳的屋子。慕容浩，你干嘛呀？我刚刚在看病，你怎么能说那样的话？本王说的是实话呀，他要好好养伤，不然你天天跑得多累啊。本王就是不想你累，没有错吧？好吧，爷，叫你的安卫去食堂用晚膳吧，我和你在寨里走走如何？你好久都没来寨里了，寨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好，本王陪丫头。
林云熙拉着他来到一个空着的青山砖瓦房里，以后这些都是给弟兄们娶媳妇住进去的。他很喜欢这样的设计。慕容浩，你看这样的设计你喜欢吗？现在啊，他们是一人一间房，等以后有人成亲了，他们就可以分得一个套间，够一家人简单的住着。虽然没有京城的宅子大，但是对他们来说算是有一个家了。慕容浩看他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，他笑了。林云熙就像是一束光，总是能够温暖身边的人，让人一直想要靠近他。你设计得很好，他们有了家一定会幸福的，这幸福是你带给他们的。真的，王爷也这样想。那当然啦，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女人。好，我是慕容浩的女人，还以为在表扬我，原来是在表扬你自己啊。那是自然，我慕容浩。林云熙拉着慕容浩的手来到了正在上课的3个教室，两人来到一个大教室，教室里灯火通明，下面的兄弟们都在认认真真的看着讲台上的先生授课。哎呀，丫头，你很好。此时慕容浩不知道该如何用词来形容他眼前的女人，他总是能够为他人着想，筹谋他人的未来。一时间没忍住，他将林云熙拥入怀中，久久都不舍得放开。看看我们大当家呀，害羞了，脸都羞红了。是啊，两人真幸福，到哪里都黏着，哎，真羡慕死人了。大当家，我们还在上课呢，你们这样不太好吧？打扰大家上课了，你们继续，快走快走。说完，猛地拉住慕容浩的胳膊，逃也似的离开了车祸现场。看了看这地方没人，他俯下身，温柔的唇瓣附上了女人红润的唇，两人狂吻在一起，呼吸乱了又乱。此刻的世界就只有他们2人，他们能够感受到对方的爱意。一阵狂风暴雨的深吻后，两人停歇下来。林云熙红着脸说道：“慕容浩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吧。”慕容浩此刻的心脏还在扑通扑通的狂跳，听到林云熙娇柔的声音，他瞬间理智回归，点了点头。两人刚走到靠近寨门的食堂时，暗卫们唰的一下就队列整齐的出来了。慕容浩突然把林云熙打横抱起来，一直往他们的小屋走去。慕容浩，要不你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走。你来月事了，不要劳累。王爷，你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我现在可以自己走的。听话，一会儿就到了，不用管安慰。好吧，说不过他，他只能受。没多久，两人就进入了自己的院子。慕容浩把林云熙放在了床榻上，林云熙从空间里拿出备给他的衣服，让他去御房沐浴去了。林云熙坐在床上等着慕容浩，看了看他放在枕边的书籍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慕容浩就穿着中衣出来了。今日你也累了，早点睡。不累，难得你过来，我想陪陪你。你来月事了，要怎么陪？这死丫头，来了月事还要撩拨自己。王爷，你在想什么呀？我就是说陪你说说话。哦，本王以为是其他的。喵的，这禁欲男人真是又菜又爱玩，明明都那个什么了，还一直撩拨人家。唉，男人和女人都不好当啊。好啦，要不我和王爷聊聊天。王爷在京城有什么高兴的事吗？哦，你提起，本王昨日试过，那个大刀果然比我们现有的大刀锋利数倍，杀伤力很大。能帮到你是丫头的荣幸。说说看，想要本王赏赐你什么？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的，就希望王爷有时间能够多陪陪我。本王除了上朝和在军营外，所有时间都是丫头的了，还不知足啊？是啊，丫头是不是太贪心了？很贪心，不过本王喜欢。说完，慕容浩俯身把他压在身下，低喃道：“刚刚在寨里没有吻尽兴，我现在还要。”王爷，我还来着月事呢，到时候给你揉揉。王爷，话还没有说完呢，双唇就交织在了一起。只听呼吸声越来越浓重。一大早，前2日的乌云已经消失，太阳露出笑脸来。今日又是一个大晴天。林云熙醒过来，他就发现自己背靠着慕容浩，他的大手一直放在自己的小肚子上。他转过身，慕容浩也醒了过来。丫头醒了，肚子还凉不凉？王爷昨晚为我捂了一夜的肚子。睡着捂着的。王爷你真好，你值得。昨晚没吻够本王啊？一辈子都不够。不害臊。不惹你了。王爷，今日不用上朝或是去军营吗？军营里容副将管着，和你在旁呢。
慕容浩将林云熙紧紧地搂着，不舍得放开。王爷早膳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丫头的月是第几日了？今日算第2日。丫头说过第1、第2日很累，对吧？一般这2日最多。不用做早膳了，一会儿去寨里的食堂用就行，暗卫们也要用的。我发现王爷现在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。以前没有水平。刚认识你那会儿，你一般只说好这种1个字的话。慕容浩想了想，确实是这样。难道他现在真有变化了？那时和丫头不熟，现在熟悉了。好吧，我肚子饿了，能起来了吗？好，起床陪丫头用早膳去。说好了，今日不能背我和抱我进寨，我可是大当家，我要脸面的。好，听你的，不抱不背，牵手可好？这个嘛，可以。你的大手暖暖的，我很喜欢。起来吧，本王也饿了。两人很快起身，洗漱过后，带着10几名暗卫进入了青山寨。喂，天儿，你觉不觉得我们主子只要有王爷在，她就是一个柔弱的女子；王爷不在，她干活就像男人。别乱议论主子，王爷耳力可好了，你不想死就闭嘴。我就是说说嘛，又没说主子不好，说明主子角色切换很到位。只见天儿投给他：大当家，当家夫君早，今日怎么有兴致来食堂用早膳了？大山早，今日我懒得自己做早膳就过来了，怎么不欢迎？没有，就是没见过大当家来食堂用过早膳，有点惊奇。好，你先去选早膳，一会儿坐我边上和我说说周阳的情况。好，大当家等等。没多时，王大山端着托盘过来了。昨夜周阳有发热吗？回大当家，昨夜是属下陪着周阳的，他没有发热。他有说手痛吗？回大当家，昨夜你给的药很神奇，他刚开始老是说手疼无比，吃了你的药后没有多痛了。那就好。这几日呢，你好好照顾他，他那体格好起来很快的。药呢，继续给他吃就行了。我一会儿去看看他。好，听大当家的。对了，周阳现在不在，一组的冰块现在能正常出货。好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你看看能不能培养一组的1名组员起来。至于你呢，我后期可能要带你到京城的庄子里帮我。当家要我去京城？你不想去？想，当然想了，能和大当家一起干活，哪里都行，而且还是京城呢，多么繁华的地方啊！先等周阳的伤势好一点，我再做打算。寨里呢需要一位能管事的人，我现在在考虑人选。好，属下听从大当家的差遣。这段时间送冰块的人要增加一些，还有怀先生的接送也要加强人手，我不希望再出那样的事。好，属下已经安排妥当了。对付我们的人都解决了，你们倒是不用慌，增派人手就行，还是要警惕一些。好，听大当家的。一行人用了早膳之后，林云熙带着慕容浩来到了周阳住的屋子前。这次林云熙说什么也不让这男人进去了，他算是怕了他的小金眼了。看到周阳恢复的还不错，叫来王大山说清了一些注意事项，并给了他周阳的药之后，就离开了周阳。慕容浩看完了纸条，丫头，跟本王去救一个人。林云熙二话不说，赶紧拉着他飞奔出了青山寨。王爷，咱们这是去救什么人？是什么情况？你先给我讲讲，我好做准备。昨晚有人夜闯军营，伤了荣副将。刚刚信中说荣副将身受重伤，身上多处剑伤和刀伤，流了很多血。我母妃从宫中请了几位太医，都说已经无法救治，现在还剩一口气吊着。他的家人正赶往军营，说准备后事。丫头，本王求你救救他，他是本王的生死之交，是我的亲人，本王不想失去他。荣副将是王爷的亲人？荣副将是我母妃荣贵妃的家人，荣家是京城的4大世家之一。荣副将的父亲是荣家的家主，是我母妃的哥哥，可以说他是我表弟。他是荣家唯一的嫡子，他父亲看他平日里无所事事，看他和本王从小要好，他一身好武艺，最后通过我母妃找到了父皇，放他到军营里来历练。昨夜，慕容浩声音低沉，林云熙知道这个荣副将对他来说应该是比兄弟还要亲。王爷你放心，我会用我毕生所学救他，但是也要先看看他的情况，毕竟他的伤我现在没有看到，不好下定论。王爷还能不能再快点？好，你的月事没事吧？没事，王爷，能多快就多快。还有，最好先让暗卫集结60名士兵候命，我要用血。好，天一听令，传我口谕，你先打马回营，找60士兵候着。是，王爷。天一领命，扬着马鞭便飞奔而去。本来需要1个时辰的路程，这次只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就到了。只见荣副将此时躺在床榻上，几位太医和军医在床榻边上跪着，低着头守着他。只留2位太医，其他人出去。听到声音，几名太医和军医才往后看，发现慕容浩到了，他们忙起身行礼。不必行礼，还有你留下，其他人出去。穿着太医服的2名太医留下，军医被赶了出去。林云熙很快，林云熙需要的所有东西全都准备好了。
王爷，我需要一个擦汗的人，你帮我找一位女医来。不用了，军营里没有女医，本王来吧。太医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，他低下头，不敢看他们眼前的瑞王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开始吧。我叫你擦的时候你再擦，帕子在药箱里。好，咱们开始吧。要打起精神来，这台手术应该要4个时辰左右。林云熙心里有了计划，先修复血管，再修复其他脏器，于是开始缝针。让我们进去，我要见见我的凡儿。王爷，他们在外面吵我无法专注，你去解决一下吧。慕容浩赶忙就出去了。舅父舅母，你们先到其他营帐等候吧，这里有本王。瑞王殿下，刚刚下人传话说凡儿已经剩下最后一口气了，叫我们来见他最后一面，你就让我们进去吧。现在还在救治，你们就等等。这太医不是说都无法救治了吗？本王找来了一位医术，现在是尽力而为，你们先去其他营帐等着吧。慕容浩看了看守在门外的天医，天医会意把他们带了下去。敢问这位侠士，里面救我凡儿的是哪位神医啊？回荣家主，里面救治的大夫是林云熙林姑娘。姑娘？是的，姑娘。太医都救不活，一个姑娘又怎能救活凡儿？只求瑞王能让我见凡儿最后一面就好。这边手术台安静下来，林云熙正在专注地做着最精细的血管缝合术。王爷，为我擦脸，要快。旁边2名太医听到这姑娘竟然敢命令当朝瑞王，转过头不敢看他们，他们是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藏好。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不然小命不保啊。只见慕容浩拿着他送的帕子，在林云熙的脸上擦了擦之后，林云熙就转过脸去。很快，林云熙把3根断裂的血管缝合好之后，稍微还没有，他多处脏器损伤，还要继续。不过，血管缝合后，给他的生理机能得以恢复，这是好事。我们继续，你看着那血浆袋子，滴完了赶紧换另一袋。好的，林大夫的医术真是了得，你放心做你的手术就是了，我们配合。林云熙不再理会他，接下来是肝脏的缝合术，这也是一个异常精密的手术。肝脏的缝合用了整整1个时辰，加上刚刚血管缝合，林云熙已经站了足足2个时辰了。旁边的2名太医此时快撑不住了，开始摇摇欲坠。做完肝脏缝合手术的林云熙刚好抬头就看到了这一幕。王爷，换2名军医过来吧，别我救了荣副将，等一下还要救他们2个人，我的体力可支撑不了再救人了。好。不多时，外面候着的2名军医进入了营帐。慕容浩看着满头大汗的林云熙，心疼地问出口：林大夫，需要用膳和喝水吗？你已经站了2个时辰了。多谢王爷，不需要，这样的手术还有2个时辰左右，可以的。慕容浩心疼地看着他，不再发话，静静地站在一旁陪着他。一台大型手术竟然会用到4个时辰的时间，这丫头有着怎样的毅力才能撑下来啊？她今日来了月事，到现在还没用膳呢。想到这儿，慕容浩真想这手术赶紧做完，能够让他好好歇息歇息。2人平常的对话，旁边的军医听的是一清二楚。他们是知道瑞王的，从来没有关注过女人，今日说这些话，他们好像是知道了什么秘密，后背冒出不可察觉的冷汗来。不远的营帐，2位太医被带到了荣云天的帐篷里。2位太医，不知我凡儿现在如何？都这么久了还没有出来，里面是什么情况啊？荣家主，你放心吧，里面林大夫的医术可谓是枯骨生肉，华佗在世也不一定能救活令公子，他倒是可以啊。老夫行医多年都自叹不如啊，你们就好好等着吧。老夫认为令公子应该没事的。真有如此神医，太好了。这边手术台上，只见林云熙拿出中号手术缝针和线，开始在荣副将的肠道上进行缝合术。身旁的2名军医看到如此情形，感觉自己的医术绝对被碾压了，好奇地凑了上去。2位军医，你们挡光了，我已经看不到伤口细节了，请让一下。2人赶忙让开，不再打扰林云熙。王爷，擦汗。慕容浩伸手为他擦去脸上的汗水。好了，多谢王爷。2位军医看到这一幕，差点被吓破了魂。他们刚刚看到了什么呀？王爷他？2位军医赶忙扭过头去，表示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又过了1个时辰，肠道缝合术结束。林云熙用碘伏大面积消毒了腹部伤口，再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其他的脏器，发现没有其他损伤后，开始缝合腹部。弄完了这些，林云熙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只要看后期的护理，目前来看生理特征的话，大的危险算是解除了。还好有他在，子凡兄弟能救回来，真好，真好。荣副将身上中了3处箭伤，还好都没有射中重要器官，而且箭上没有毒，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最后经过4个多时辰的救治，这台超长的大手术完成了。
此时外面天色已经暗下来，荣家人和2名太医一直在营帐外等候着。虽然时间过去很久，但是没有传出消息，这说明荣子凡没死，这算是好消息。只听营帐内林云熙大松了一口气：“王爷，我们手术很成功，她没事，没事了。”终于救活了，林姑娘真是旷世医学奇才啊！这样的伤都能救活。林云熙交代了很多注意事项给军医之后，他才从刚刚专注的手术中缓过神来，发现自己双腿站得有些麻木，体力不支。最后他求助地看向了慕容浩：“王爷，我的腿好像没有力气了，我要喝水。”一位军医为林云熙把了脉：“王爷放心，林姑娘这是体力透支，加上1日滴水未进，还有今日来了月事，是累晕过去的，让林姑娘休息好，用好膳就能恢复。”听完，慕容浩把林云熙打横抱起来，匆匆地出了营帐。外面守着的荣家人和太医们看到王爷抱着昏迷的林云熙出来：“瑞王殿下，小儿他怎么样了？”舅父，子发没事了，林大夫交代了，明日你们再看他吧，里面有军医守着，你们大可放心。本王有事，先走一步了。说完，慕容浩抱着林云熙飞快地跑到了自己的营帐。营帐内，天一早就听慕容浩的吩咐，准备好了一切。慕容浩吩咐天一在外守着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。天一听命出去了。慕容浩把林云熙放在了自己的榻上，林云熙此时全身湿透，他一层一层的为林云熙褪去了外衣、中衣、里衣，只留下林云熙身上的小衣服和奇怪的白色小短裤。看着沉睡的林云熙，慕容浩的心中升起完这一切，拿着帕子蘸了温水，为林云熙轻轻地擦去脸上残留下来的血迹。他动作很轻，生怕弄醒了床上的人。看着熟睡的女人，他握住了她的手，静静地看着对方绝色天成的脸。他是有多幸运才能够遇到这女人，每次都是林云熙救自己，救他身边的人。慕容浩此时也来了困意，他也陪着林云熙站了4个多时辰，滴水未进。他就想着，要不然他就陪这丫头躺一会儿好了，这会儿让他感到很幸福。于是他上了床榻，大手捂着林云熙的小肚子，香甜的睡着了。2个时辰过去之后，医生的本能让林云熙突然惊醒了过来，他要去看看病人的情况。可是他一抬眼就看到睡在旁边的慕容浩，他的大手还捂在自己的小肚子上不曾离开。丫头，醒了，饿了吗？本王叫人传膳。饿狠了，今日丫头能吃下1头牛。林云熙坐起来，发现自己身上的衣服不是今日穿的颜色和样式。王爷，谁为我换的衣服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刚刚累晕了，本王帮你换的。那我不是被看光了？本王也被你看光了，我们扯平了。还能这样啊？你的病人等急了，快走吧。林云熙无奈，好吧，看光就看光吧，反正他都习惯了。他们俩只看不做，他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2人穿好外衣，一起出了营帐。慕容浩，你找人帮忙弄另一个帐篷给我吧，我晚上要看着荣副将，不能睡你的帐篷，会让人说闲话的。你刚刚不是睡在本王的帐篷里吗？怕什么？刚刚没有准备，晕倒情有可原，晚上还睡你营帐总是不好嘛。你舅父舅母还在呢，不是说保护我的名声吗？好。王爷，你逗我。就喜欢逗你，你奈我何？你是老大，在军营里给你脸，如果在我的地盘，看我不收拾你。真希望这里是丫头的地盘，看丫头如何收拾本王的。真是没个正形。本王喜欢。2人斗着嘴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荣副将的帐篷外。瑞王殿下安。起来吧，这位是救了此凡的林大夫，你们应该多感谢他才是。林云熙对于慕容浩这操作，他都有点懵，怎么回事？这么直接叫人家感谢呀？荣家3人抬头看了看林云熙，一身浅蓝色暗花纱云纹长裙，如墨的长发只用一支玉簪简单的束起，一张倾国倾城的脸上展现其气质高雅和端庄。这样的年纪，这样的惊世容貌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位大夫呀。林云熙看3人看着自己，有点不好意思。3位是荣副将的林大夫的救命之恩，老夫没齿难忘。不必客气，我是大夫，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，能救下荣副将也是我的荣幸。没有林大夫，我家子凡已不在人世，我们荣家获姑娘如此大恩，姑娘有何需要尽管和老夫说，老夫会尽其所能报姑娘的救命之恩。荣家主不需要这么客气，要不就随便付个诊金就行了。那是自然，林大夫的诊金荣家明日定会送上，日后有什么需要荣家的地方，姑娘尽量开口便是。好，那就先谢荣家主了。
林姑娘，我们想进去看看凡儿，不知现在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你们进去看看就行。他今晚呢不会醒过来，最早要到明日早上才能醒，不要太靠近他。他现在刚刚度过危险期，怕有其他的细菌感染不好。多谢林姑娘，我们进去了。好。营帐内，两位军医守着。荣副将早上苍白的脸色，现在已经恢复了血色了。你们就在这个位置看吧，不要太靠近了，我上去为他检查就好。他靠近荣副将，翻开腹部的纱布，伤口还在微微的冒出一些血液。他拿起碘伏，轻轻的在腹部消毒了一下，然后上了药。林云熙看了看心电血压监护仪的数据，荣副将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，也没有发热，放下心来。荣家主、荣夫人，放心吧，现在荣副将的各项体征都很好。今晚呢，我会起夜来看他。你们也累了一日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多谢林姑娘了，反而能遇见你这样的神医，真是她的福分呢。荣夫人，这真的是我的本职，不需要那么客气的。现在荣副将也没事了，我也饿了一日了，我呢就先回去用膳了。你们再看一下就好了，人太多，空气不流通，对病人也不好。林姑娘想吃什么？老夫速速差人去备来。多谢荣家主，军营里已经备好了膳食，我就先过去用膳了。我也累了，就先回去了。好，那等姑娘歇息好了，老夫再请姑娘用膳。好，就先谢过荣家主。王爷，你们军营里也有炒菜？没有。那这些炒菜是哪儿来的？丫头不是在京城卖了许多炒菜给酒楼吗？本王让他们收集来的。啊，那这就算外卖了。外卖？何物？就是从外面送来的吃食。军营里没有膳食吗？军营里的都是煮和烤的，本王怕你吃不惯。王爷，你对我真好。知道就好，赶紧吃吧，丫头肯定饿坏了。确实饿狠了，一日没用膳了。王爷也一样，我们赶紧吃吧。多吃点。说完，慕容浩给他夹了很多肉菜，很多鱼。他知道林云熙特别喜欢吃鱼。只见林云熙狼吞虎咽地吃着碗里的饭菜，左右手开弓，真像是个小饿狼，看得慕容浩脸上都笑开了花。王爷，你说这荣家主能付多少诊金给我？这可是个大手术啊！这丫头还真是聪明。这种手术在你家乡值多少钱？这种救命的手术在我们那儿至少1000两黄金吧。荣城是京城4大世家之一，有100年基业，他们家不差钱。本王也不知道他们会付你多少诊金，明日看看就知道了。哇，100年世家，那岂不就是贵族？算是吧。王爷的母妃出自荣家？是的，我母妃是荣家主的亲妹妹。完了，我已经开始自卑了。为何要自卑？全都是贵族，我一个赤脚大夫，好像配不上王爷你啊，压力山大。本王要娶自己心悦的女子，又不娶黄金，你自卑什么？本王心悦你就行。说是那么说，林云熙啊，林云熙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。这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有本王在。好，两人聊着聊着就用完了晚膳。林云熙累了一日，他现在是爬上床就能够秒睡的状态了，但是他还是在睡前去了荣副将的营帐看了看情况。慕容浩一直跟在他身后，进入营帐看了看荣副将床榻前站着的一名女子，就是今日一直跟在荣家主和荣夫人后面的女子。她站在离荣副将近6尺的距离，不敢靠近，只眼睁睁地看着榻上的荣子凡，脸上双行泪一直往下落。姑娘你好，你是荣副将的爱人吧？怎么称呼？林姑娘好，小女子丁莫宁，你叫我莫宁就好了。多谢林姑娘出手相救，子凡才得以收回。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丁莫宁不会忘的。莫宁姑娘，你客气了，你也不需要太担心了，她已经度过危险期了，后面好好养着就会没事的。多谢林姑娘。真的不用谢的，我过来是看看她的情况，看完我就回去歇着了。林姑娘请。林云熙看了看心电血压监护，她没事，你放心回去歇着吧。之后啊，你还有的累呢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说完，他和慕容浩走出了营帐。王爷，这丁莫宁是什么身份啊？她是京城4大世家丁家的嫡长女。我去，又一个贵族啊！这慕容浩身旁怎么就那么多贵族呢？我是该高兴呢，还是该难受呢？慕容浩送他到了刚刚搭好的帐篷。丫头，你先回去歇息吧，本王还要去处理一些公务，晚点来陪你。王爷，不用了，你忙完就在你的营帐睡吧，这里是军营，你不要进入我的营帐。好，听丫头的，快去吧，里面有沐浴的地方。
你沐浴之后就先睡吧。今日辛苦丫头了。不辛苦，王爷去忙吧。今日你也累了，忙完早点睡。本王这就走。说完，慕容浩看了看四周，发现没有士兵，急匆匆的上前，在他唇上亲吻了一口之后，转头就走。林云熙还没反应过来，看到他走，天二天三远远的看着他俩，天三不淡定起来。天儿，你说王爷什么时候才能娶主子回府啊？跟他们这样多累啊！你懂什么？这才叫幸福。说了你也不懂。哼，好像你谈过对象一样。看他们这样，我都为他们难受。主子们幸福着呢，你不懂。不过主子要嫁入王府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。啊，好像也是啊。王爷那身份地位摆着，主子要加油啊！是啊，主子加油啊！营帐内，林云熙简单的冲了一个澡之后，躺在营帐的榻上一秒入睡。他睡了2个时辰后自然醒来。他是一名医生，有自己特殊的生物钟，只要是重病的病人在身边，他总是能够自动醒来去看看病人的情况。林云熙起身，穿上外衣走出了营帐。林云熙一路想着，这到底是什么人如此大胆偷袭军营，刺杀荣副将？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昨夜是荣副将替慕容浩当值，这才惨遭毒手，那这刺客应该是向着慕容浩来的。林云熙想到这儿，心中微微一颤。如果昨夜慕容浩在军营，那后果是不堪设想。他父皇和母妃绝不会让他来救他。想着想着，林云熙走到了荣副将的帐篷里。丁莫宁没走，正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林姑娘还过来啊？啊，我过来看看荣副将有没有发热，等一下就走。此时的丁莫宁听到声音，睁开了眼，坐起身来。林姑娘，这么晚了还过来啊？我过来看看荣副将，是不是打扰到你歇息了？你可以回营帐歇息的，不用这样守着。没事，今日差点和他生离死别，我就想一直陪着他。也好，兴许他醒来第一眼就想能看到你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真羡慕你能这样守着他。林姑娘也有要守着的人。咱们的话题是不是扯远了？我先来看看他的情况吧。林云熙还是先看了看他腹部的伤口，这血基本上是止住了，这让他心安。他再看了看心电血管监护仪，上面显示荣子凡的体温正常，看来是抗生素的效果不错，今夜能睡得好觉了。林云熙又从药箱里拿出2瓶吊瓶，这是个葡萄糖能量液，是给荣副将补充体液和能量的。林云熙吩咐守夜的2名刚进入自己的帐篷，就看到慕容浩在他床榻上睡着了。他轻轻地走到了床边，俯身看着熟睡的慕容浩。慕容浩今日肯定也累坏了，看着他这熟睡的眉眼，这是他想看一辈子的脸。林云熙很喜欢，情不自禁地亲了一下他的额头。突然，一只大手臂把他抱住。乖，本王累了，让我抱着你睡。看着疲惫的男人，林云熙没敢造次，老老实实地背靠着他，躺在他怀里。只见他的大手捂着他的小肚子之后，呼吸均匀地睡去。第二日一大早，林云熙醒过来时，慕容浩已经走了，床榻上还留着他身上的龙涎香，是林云熙喜欢的味道。林云熙赶忙起来洗漱，要去看病人了。整理好了自己之后，他回到了营帐中，发现天儿端上来许多早膳，他心情大好。他想先去看看荣副将的情况，再来好好享受这些美味的早膳。林云熙正要走出营帐，主子，王爷吩咐一定要看您用完早膳才能出营帐。我先去看看荣副将，一会儿回来好好用，慢慢用，好吗？主子，王爷的吩咐属下不敢违抗，您就先用了吧。好吧，盛情难却，你们要不要一起用早膳？主子，属下用过了，多谢主子关怀。天儿就是这样，对啥事儿都是只认死理儿，说啥都是异常严肃。林云熙由他去吧，听话总不会错，不然又连累他人。林云熙认真的用完了早膳之后，急匆匆的就去了荣副将的帐篷。进入营帐，只见荣家主和夫人都到了，丁莫宁陪了一夜还在。林姑娘早安，我们过来看看凡儿，但凡儿还没醒。三位早安，让我先看看，不要着急。昨夜我来了2次，情况都很好，不要着急。好，林姑娘请。林云熙大步上前，他先瞄了一眼床榻上的心电血压监护仪，数据一切正常，没有大问题就好。又翻开了荣副将腹部的纱布，伤口也恢复得很好。林云熙拿出碘伏和棉球，给荣副将将伤口大。荣家主，您请放心，荣副将身体没有大碍，今日就能醒来，再耐心的等等。好，多谢林姑娘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正在给荣副将上药的军医发现荣副将眉头紧蹙，似乎是感受到了疼痛。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林大夫，荣副将他醒了。几人大步向前，林云熙上前看了看睁开眼睛的荣副将，松了一口气，这人算是真正的救活了。荣副将，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荣副将此时很虚弱无力，示意的点了点头。算没事了。你看，你的家人就在身旁，别怕。
你已经被救活了。林云熙让开道，让荣家二老上前，丁莫宁紧跟其后。三人看着苏醒过来的荣子凡，个个泪眼朦胧。荣家主激动地上前握住了荣子凡的手。爹，好疼，你慢点。马上上前查看。没事，应该是麻药全过了，身上的伤口有痛感了。凡儿，是这位林大夫妙手仁心救了你。昨日来了好几位太医，都说你没救了。是这位林姑娘，整整做了4个小时的手术，最后都昏倒了。凡儿啊，没有她，你我昨日就阴阳两隔了。多谢林姑娘的救命之恩。好了，收到你的感谢了，你快好起来就行了。这几日认真打针，按时上药，之后呢再好好养着，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的。床榻上的荣副将点点头，以示感谢。林云熙走到军医跟前，交代好了今日的护理事宜之后，把空间让给了荣副将的家人。林姑娘留步。荣家主还有何事？为了报答林姑娘的救命之恩，老夫昨夜命下人回府带来了林姑娘的枕巾，不知道这些够不够？荣家主，这些是……打开。只听他一声令下，大汉们同时打开了箱子，展现在林云熙眼前的是8大口金灿灿的黄金元宝。哇，这枕巾也太多了吧，眼睛都要闪瞎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他收起财迷一样的眼神，假装谦虚的摇了摇头。荣家主，这太多了吧，我受不起的。老夫说林姑娘受得起，你就受得起。这3万两黄金买我凡儿的命，老夫还嫌给少了。林姑娘有所不知，凡儿是我荣云天唯一的嫡子，如果他不在了，我荣云天对不起荣家100年基业。林姑娘就收下吧，日后如果有何需要我荣家帮忙的地方，林姑娘只管提就是了。这也太多了，要不就给1箱就好。上次慕容浩给了我1万两，这次荣家主居然给我3万两，真是颠覆了我对世家大族的。林姑娘这样说，我家凡儿的命不值3万两黄金。林姑娘收下吧，救命之恩无以言报，只能这区黄金报答姑娘了。好吧，人家说的是区黄金，好吧，我这穷人家的孩子就收下吧，不然呢，真对不住我昨日第1次做手术晕倒的历史记录。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了，先人抬到我的帐篷里去吧。多谢荣家主，多谢荣副将了。我要在帐篷里和黄金睡觉，多美好的一天啊！林云熙行礼后走出荣副将的帐篷，10几个大汉又抬着8大箱黄金去到了他的帐篷。大汉走了之后，林云熙欢快地扭着秧歌不像秧歌，拉丁不像拉丁的舞步，打开一箱箱黄金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，用牙齿咬了一。天2和天3守在外面，他俩的耳力极好，能听到林云熙在里面的动静。天儿，你有没有发现主子喜欢黄金比喜欢王爷还多？他看到黄金那么高兴，都跳起舞来了。没见得王爷会跳舞的。好像是啊，主子见到王爷都是娇滴滴的，从来没有在王爷面前跳过舞。看来黄金的魅力比王爷的大呀。王爷真可怜，看来要提醒王爷多赚黄金才行，不然主子被世家公子拐跑了。有道理，要提醒王爷才行。2人刚聊完，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。完了，这是王爷。那刚刚他俩的谈话，不知道王爷听没有听到。2人瞬间后背冒出冷汗来。只见慕容浩大步进入了林云熙的帐篷，进来的时候看到女人2手各自拿着2个金元宝，在手中欢快的跳舞。女人这财迷的动作让他忍不住轻笑。王爷，你过来了？怎么，本王过来打扰你的雅兴了？王爷这是什么话？本王说过荣家不差钱的。是不差钱，但是真的超乎了我的想象，枕巾就那么大手笔的。给你的就拿着，不要有心理负担。这些黄金啊，只是他们荣家的冰山一角。好，我这不是收下了吗？开心快乐，多么美好的一天啊！那么开心啊？刚刚本王看到你跳的是什么舞？给本王来一段。那是乱跳的高兴的舞蹈而已，现在这可是在军营里，就不跳了吧？还是来数数这金元宝有多少块。你这丫头就这点出息，荣家给的不会少，只会多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数出数量来有成就感啊！高兴高兴。丫头那么高兴啊？那如果有一日
有一公子比本王的黄金还多，你会离开本王吗？完了，是怕人头不保了。王爷，这是什么话？你怎么能把自己和黄金比？王爷在我心里是排第1位的，黄金只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怎么能和人相比呢？当真这样想？黄金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但未必能买到一个人的心。王爷这是还怀疑我对你的爱？倒是不怀疑，看你对黄金那么高兴，对本王都没那么高兴过。王爷这是吃黄金的干醋？是吃黄金的醋了。本王的丫头见到本王都不会跳舞，看到黄金跳得如此开心。你的丫头只会吻王爷，不会吻黄金，这样可好？好。一瞬间，林云熙被一只大手搂住了腰，他被抵在帐篷柱子上动弹不得，双唇被慕容浩狠狠地堵住。王爷，这在营帐里，这样不好。本王说好就好，让本王亲亲。慕容浩大手一把把人抱起来，边吻着边把他送到了床榻上。一时间，两人衣衫乱了一地。两人纠缠了许久后，穿好衣衫，已到了晌午。他们在营帐里准备用午膳。李云熙看到今日的饭菜还是从外面的饭店送回来的，他轻轻地笑了笑。王爷，你想不想改善一下军营里的膳食？这样呢，以后你在军营里也能吃上好吃的饭菜。丫头有什么想法？上次王爷不是说要改善军营的食堂吗？这样吧，我这几日呢，应该还在军营里看着荣副将，他应该要等7日后才算稳定下来。我每日就检查一下他的身体情况和为他开药，后面就没有什么事情了。要不我帮王爷改善一下膳食，顺便也把军营中的食堂改造一下，可好？那丫头会不会太辛苦了？不会，丫头心疼王爷，天天吃不上喜欢的膳食，那干起活来也没劲儿，对吧？这么心疼本王啊？那是自然，你可是我的夫君不是吗？你刚刚唤本王什么？夫君啊。再唤一声。夫君，王爷不要吧，刚刚我们才亲密过。你青天白日说这么甜蜜的话撩拨本王，你还想跑？只见林云熙跑到帐篷的角落里，离他远远的，然后继续撩拨。王爷，青天白日的，你不要过来。慕容浩此时怎么会不知道这丫头在撩拨自己？林云熙，本王看你往哪儿跑，你已无退路了。王爷，你那么喜欢丫头，唤你夫君吗？本王很喜欢。慕容浩一个俯身，再一次逼咚吻送上。刚刚他能感受到林云熙很喜欢自己这样吻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军医在外求见林云熙。林云熙赶忙整理好了自己凌乱的衣衫和发型，走出了营帐。林姑娘，荣副将他说口渴，实在想喝水。昨日你说今日不能让他进食，老夫不知能不能给他喂水啊？水可以给一点点就好，尽量少给。我给他打的吊针都有水和能量的，今日给他喂一点点在嘴里就行，千万不能给多了。好，那老夫这就……林云熙回到营帐，看到慕容浩在桌前等他，他微微笑，然后坐下来，拿起碗筷用着午膳。他一边用膳，一边抬头看慕容浩，双颊通红。为了驱赶尴尬，他开口询问道：“王爷，荣副将醒来了，你过去看过他了吗？”慕容浩看着羞红脸的人，就知道这丫头还在想着刚刚的事儿呢。为了缓解他的尴尬，他认真作答：“还没有，荣副将受伤了，军务之前一直是他管着的，现在只能本王自己来了。本王一早要去处理军中事务，还没有见到他。我们用完午膳，一起去看看他吧。”一起去看看。两人很快就用完了午膳，一前一后走出了营帐，来到荣副将的营帐，里面除了丁莫宁，其他人都不在。睡晚安，林姑娘好。丁姑娘好。军医呢？他们怎么不在？我看子凡没什么事，刚好到饭点了，叫他们先去用午膳了。这样也好。不过呢，以后最好留一个军医守着，轮流用膳会好一些。毕竟荣副将的伤还算是比较重的，怕有什么意外。好，有劳林姑娘了。没事，我看看你的伤口。只见林云熙很快地检查了他的伤口，给他消毒伤口之后还上了药呢。慕容浩在一旁紧紧地看着林云熙，眼中满是宠溺之色。他的眼神被床榻上的荣副将捕捉到了，他不淡定了。我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，难道这林姑娘是瑞王上次说的爱人？不行，我要八卦一下才行。弄完了一切，示意慕容浩可以走了。瑞王能不能留步？本将有话要和瑞王说。慕容浩示意林云熙先回去。林姑娘，我们到外面走走吧，让他们说说话。好，走吧。两个女人离开了营帐。有什么话要和本王说的？表哥，
那林姑娘是你爱人吧？哦，此话怎讲？哎呀，表哥你就别装了，你看他的眼神充满爱慕之意，这傻子都能看得出来。哼，你还不算傻，她正是本王的女人。表哥承认了？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她很好，她日后就是本王的王妃。表哥选女人确实不错，还在我面前夸起她来了。看来这林姑娘深得表哥的心哦。她深得本王的心。你要先为本王保密啊！本王现在想办法如何让父皇赐婚。她到底是什么身份呀？你要娶她，没有家世可不好娶哦。本王知道，父皇和母妃都要本王娶家世好的。现在本王也一直在考虑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自古皇子的婚姻都是皇上所赐，王爷，你的路还很长呢。不管如何，本王会找到法子的。哎呀，表哥自求多福吧，难哦。你好好养伤吧，那么多话，快快好起来。你这伤，本王至少要在军营里当值1-2个月。哇，表哥，我可是为你受伤的呀，你可要奖励我。本王知晓，你可知那夜是何人下的毒手？我不确定，但是应该是要刺杀王爷的人。会不会是金银阁的余党？看那些人的武功招式，倒像是那日我们去抄金银阁的时候他们的招式。你好好养伤，本王自会找人去查。好。现在要躺1个多月，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这边，丁默宁拉着林云熙出了营帐之后，丁默宁的女护卫就跟了上来，递上了一个木匣子并打开。丁姑娘，你这是何意？这些是我为了报答林姑娘救下我的子凡的一些谢礼，林姑娘就请收下吧。不用了，荣家主已经付过诊金了，这万万不可。那些是荣家主的，这些是我的，是我的心意。你救了子凡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林姑娘有所不知，子凡就是我的天，我的地，我们已经订婚了。这次如果不是你的医术，我变成了寡妇了。那日听到说子凡就不活了，我都不想活了。还好有林姑娘，你的这份恩情我会记下的。丁默宁想到荣子凡那日生命垂危，现在还是心有余悸。真的不用这么客气，我是大夫，这是我的天职，诊金已经收过了，就不需要这些了。我看得出来，瑞王对你是有意的。丁默宁突然来了这么一句，这是何意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荣副相告诉他的。你那日手术晕倒，瑞王抱着你出来时，你不知他有多紧张。你们在一起时，他宠溺的也当然有关系了。瑞王是一国皇子，我看你这几日穿着都太素了，身上没有带任何首饰。如果你和他是爱人，出去肯定是要有排场才行的。所以今日我送你这些珠宝首饰，一会儿戴上它们才能配得上瑞王啊。丁默宁突然就换了个画风，弄得林云熙还有些不适应。我有首饰，不劳丁姑娘费心了，我还是不能收。但是呢，还是要谢谢姑娘的美意。当真不收？不收了，多谢多谢。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如果你不收的话，我就把你和瑞王的事情告诉他的母妃荣贵妃知晓。丁默宁威胁他，但是脸上是满满诚恳的笑意。我去，还有这样威胁人收礼的？那可是未来婆婆呀！这丁默宁是要吃定我？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哼，丁姑娘真是好手段，那我就收下了。我真是第一次见这样送礼的。不过呢，这个礼物我很喜欢，多谢了。金银珠宝也是钱，谁要和钱过不去啊？现在我啥都不是，对上如此强劲的婆婆，那不是自讨苦吃吗？这个丁默宁看着他收下了木匣子，开心的笑了。这就对了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我家子凡和瑞王可是生死之交呢。好，有你这样的朋友啊，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。当然是福啦！来，我为你戴上一只发簪。哼，这丁姑娘还真自来熟，有点意思啊。林云熙也不拒绝，多一个朋友总是好的，人家还是贵族呢。他打开了木匣子，丁默宁从里面挑了一只出来，笑容满面的为他戴上。戴上这发簪，林姑娘原本国色天香的脸就更美了。多谢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丁姑娘，去守着你的子凡吧。对了，是要回去了，他们应该早就谈完了。以后林姑娘就叫我默宁吧。我今年16，不知林姑娘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啊？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字了，我叫林云熙，今年20了，你叫我云熙姐就可以，我可是姐姐哦。好，你是姐姐，就叫你云熙姐。20就老姑娘了，现在20才是法定结婚年龄好吗？又是被羞辱的一天。不过呢，有金银珠宝安慰，心情还算是美好。默宁妹妹，你会不会聊天啊？
敢说我是老姑娘？哼，走了，再会。林云熙开心地拿着木匣子回到了自己的营帐里。回到营帐，就看到慕容浩坐在桌边的凳子上等他。王爷，你不回你的营帐小憩一下吗？还在我这儿？这些事啊，那丁莫宁非要我收下的，说是我救了荣副将，他的谢礼，我打死不收。结果他威胁我，我就收下了。他敢威胁你？他不要命了？他说什么了？他说如果我不收下，就把王爷和我的事情告诉你母妃。他是活腻歪了，我都舍不得跟他说重话，那丁莫宁算什么？看他脸色突然阴沉，林云熙怕了他了。王爷不要生气，他只是好意，他不是你兄弟的媳妇吗？怎么和王爷说呢？反正呢，丫头心里有数，我不傻，我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。王爷，你先不要管我交朋友的事情了，可好？林云熙这一撒娇，慕容浩就没辙了，他松了口。好，难得丫头在这儿有朋友，也算好事。王爷对我真好。马屁精。那王爷还不是喜欢我这马屁精？本王喜欢。过来。王爷，你又想干嘛？你不能再欺负我了。林云熙想到今儿早上两人的温存，脸上微红。看到林云熙红了脸，慕容浩就知道他又想歪了。丫头一天天都想那事儿啊，我叫你过来就过来。我哪里想啊？林云熙乖乖地走到了慕容浩的跟前，坐在他大腿上，柔声道：王爷有何吩咐啊？你自己看看你，一屋子黄金，现在加上已经不用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还以为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，原来是黄金的问题。你自己天二天三两人也搬不动这么多黄金啊！王爷，要不你闭上眼睛，我让你睁开，你再睁开。又玩什么花样？王爷怎么那么爱刮人鼻尖？很痛的。本王都没用劲儿。算了，刮都刮了。王爷，你听话，闭上眼睛。好，本王听丫头的。只见慕容浩闭上眼睛，不到2秒钟，林云熙就让他睁开了双眼。当慕容浩睁开双目后，发现满地的黄金和金银珠宝全部都消失了。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惊奇地看向了林云熙。丫头，你刚刚做什么了？黄金呢？王爷，这可是我的秘密呢。不能告诉本王。我放在我的袖袋里了。这么多黄金放袖袋？黄金我都放好了。王爷，你就不要操心了。慕容浩有些好奇，他伸手翻了翻林云熙右边的袖袋，没有发现任何东西。我怎么敢？我看你敢得很，让本王看看你把黄金藏哪儿了。一个打横抱起，慕容浩把他抱到了床榻上，褪去他的外衣，到处翻找他的全身，直到他把林云熙身上所有的衣衫都褪光了，还是没有能找到黄金的踪影。慕容浩，你是故意的。谁让丫头撩拨本王的？受着！营帐外热气蒸腾，营帐内俩人吻得狂热，又是一个美好的午觉。两人折腾了好一会儿，慕容浩把他抱在怀里，他想到刚刚的场景，感叹道：丫头，你真是神仙下凡啊！只要王爷你不把丫头当妖怪就好。丫头真的是妖怪？什么变的？原来傲娇的王爷也会开玩笑的。丫头，你让本王琢磨不透，不过本王愿意相信你。慕容浩，我很喜欢王爷的名字，在我的家乡，情侣之间这样换全名会显得更亲密。好啊，丫头喜欢就好，不过在外面可不能直呼我的名讳，会被治大不敬之罪的。这我知道的，叫王爷也很好啊。好了，本王要走了，下午军营里还有事呢。慕容浩很不舍得离开林云熙的温柔乡，不过现在整个军营都在等着他管理，他不能失职。王爷，那食堂和改善膳食的事情还需要我做吗？本王一会儿吩咐下去，要辛苦你了。能为王爷做点事情，我很高兴，不怕苦。你这嘴真甜。那王爷要不要再试试有多甜？丫头乖，别闹了，很多将领在等着本王过去呢。好，王爷，你快走吧，别迟到了。慕容浩起身，穿好了所有衣衫后，丫头，晚膳就不用等本王了，你先吃啊，乖。好。林云熙想着荣副将的伤要痊愈，至少需要1个月，慕容浩至少要在军营里待上1个月才能回城。他的嘴那么刁，肯定是吃不惯军营里的饭菜了。
林云熙要在他走之前改善一下军营的伙食，让慕容浩和将士们都吃上美味的饭菜，这样的话他也就能够放心离开了。一个下午，林云熙一直在军营的厨房里和厨子们沟通交流，他手把手地教了厨子们做出了大约20道炒菜，大部分都是慕容浩喜欢吃的。做完这些后，他让厨子试着做了一遍，毕竟是多年的厨子，学这些上手还是很快的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都学会了，有模有样的炒菜在军营诞生。他看了看外面的天空，夜幕降临，一天又过去了。他回到营帐，一直想着他的调味料计划。只见天二和天三端来了许多盘炒菜，这些是他刚刚教军营的厨子们做的。天三，这些菜就我这有，还是军营里都有？回主子，王爷已经下令。王爷的效率还挺高的，他那么忙还管后厨的事？那当然，主子的事情，王爷肯定回应的很快的。就你多嘴，也不知道王爷现在用过膳了吗？王爷说了，他现在还在和其他将领商议事情，让主子饿了先吃，留点膳食给他就行了。我也没有饿，那咱们就等等王爷吧。你让人去准备热水，我在厨房熏了一个下午，我要沐浴。好，属下这就安排。林云熙美美的泡了一个热水澡，打理好自己之后，就来到了主帐篷。他看着慕容浩还没有回来，拿出纸笔，在桌子上写写画画起来。他明日要改造军营里的食堂，这也是需要规划一番的。想完之后，林云熙快速动笔，洋洋洒洒写了2页纸。这个时候，慕容浩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营帐，看到桌上还没有动的饭菜，又看到林云熙在写着什么，他好奇地凑上去。王爷，你一进门就那么多问题，那我要先回答哪个？你不乖乖用膳，把天二天三叫上来。慕容浩虽然是说着威胁的话，可是脸上却是带着笑。王爷，别叫他们！远处的天二天三此时那是冷汗直流，还好主子保护了他们，不然今天晚上有的受了。不叫也好，你现在先陪本王用膳。好，但是这饭菜都凉了，我叫人拿下去热一下吧。那就热热。丫头在写什么？让本王看看。林云熙写的东西他都会好奇，因为他有许许多多的奇思妙想，让人想一探究竟。王爷，这是我改善食堂的计划，你可以先看看。我大概知道军营里有3万士兵，但是军营的方位图我没有。王爷，你可以看看安置几个食堂合适，还有在什么地方安置比较好。慕容浩找来天一，去本王的营帐架子上拿军营的舆图过来。是。天一领命后消失了。你不是要改善军营的后厨食堂吗？本王让你看，你是本王的人，本王信你。好，那我一定把这事办好了。不多时，天一就把舆图带过来了，摊开在桌子上。林云熙仔细地分析起来，他看了看军营里各军营人口的密度，哪些位置适合放置厨房，方向也要确定好，还问了慕容浩这个军营里夏季和冬季的风向情况。综合所有的数据之后，林云熙低头又在纸上写写画画起来。他没一会儿功夫就把4个厨房的图纸画出来了，4个厨房的位置、大小、里面摆放多少桌椅等等全都算了出来。最后大功告成，交给慕容浩4张厨房图纸，1张解释说明方案。丫头，你作为女子可惜了，如果你是男子，在东胜国定会大有作为。我喜欢做女子，不是女子就不能和王爷在一起了。丫头说的对，还是做本王的女人好。丫头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实话，不是什么甜言蜜语。我也感谢上天让我遇见王爷，以后呢，咱们俩要好好的。好好的。一个用力，林云熙就被抱进了他的怀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天二天三端着饭菜，看到这一幕正要出去。你们俩进来。天二天三老老实实的端着菜，不敢乱看。以后你们主子再不按时用膳，你们就领军棍去。是，属下知错了。下去吧，日后好好护住你们主子。遵命。两人瞬间就消失了。王爷，你吓他们干嘛？刚刚是我要等你用膳的，不关他们的事。不提点一下他们，本王怕他们记性不好。好了，王爷莫要置气了，用膳。丫头肯定很饿啊。饿了，咱们一边吃一边聊吧。我还有一事要求王爷。什么事啊，丫头？求本王啊，就是现在军营不是用炒菜了？以为有什么大事？当然可以，这记在军营的后厨账上就行。每日会有采办人员处理此事，我马上吩咐下去。真的可以吗？那么简单？本王说过，能为丫头你做很多事，这才芝麻大点的事，不用求本王，通知本王就行。王爷威武，这就威武了。王爷哪儿都威武。哦，哪儿是指哪儿？王爷你别皮了，认真用膳。林云熙知道他在使坏，林云熙也不敢惹他，不然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
慕容浩看他老老实实的吃饭，嘴角微勾，他发现没事逗逗这丫头也很有趣，还没吃几口，他又开口了：“王爷，这食堂改造方案里呢，需要建4个食堂，皇上会不会不同意啊？”父皇很早以前就想改善京城4大御林军的后勤问题了，一直没有好的改善方案出现。今日你给本王的方案，明日会呈上给……那就好，我害怕皇上说这方案费钱呢。这是对整个军营都有益的方案，父皇应该会批的。批下来，我告诉你。王爷，那你可要记得告诉我，我也想看看我这个小小的方案能否通过皇上的审批。两人一边用着完善，一边有聊不完的话题。营帐里烛火摇曳，二人就像平日里的小夫妻一样，温馨而又幸福着。第3日，慕容浩呈上的军营食堂改造方案得到了皇帝的肯定。首先在东御林军实施，等东御林军改善成功之后，再推广向南西北3个御林军。李云熙开心了一整日，想不到这一个小小的方案能入东胜国皇帝的眼。这几日，李云熙除了看荣副将的伤之外，就是去看食堂的筹备工作，还时不时的和丁默宁聊聊天。经过这几日的相处下来，他和丁默宁成了好朋友。就这样忙忙碌碌过了7日，荣副将已经不需要打吊针了，伤口愈。这几日，荣家主和夫人都住在军营里。今天看到自己的儿子不需要打吊针之后，荣家主高兴地看着为自己儿子检查的林云熙。林姑娘，我家子凡不需要打那吊针了，是不是算好了？是的，恭喜荣副将，他现在呢算是走出了鬼门关，可以恢复好好休养了。我一会儿会配好他要用的药，到时候要按时服用，1个月左右呢，基本上就能恢复了。不过在这段时日不要剧烈运动，养着就可以了。如果可以下床走呢，走动走动也是可以的。荣家主听到这话，双目含泪，他的嫡长子还在人世，这真的是太好了。荣副将，恭喜你啊，重获新生了。你父母和丁姑娘这次可吓坏了，你日后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，回去一定要好好休养。多谢林姑娘了，你的大恩大德，在下日后一定会报答。林云熙走出荣副将的营帐之后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我总算是救下了荣副将，他可是慕容浩的好兄弟，真好。真要感谢爸妈当年让我学医，能救治很多人的性命。林云熙回到帐篷，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，他也要回去了。他的青山寨和慕容浩给他的庄子都在等着他回去管理呢。林云熙今日要为慕容浩做几道他爱吃的小菜，明日他也要离开至少1个月，没有荣副将当值，慕容浩只能一直守在军营里。今儿晚上要好好的犒劳犒劳他。不多时，林云熙在厨房就做好了6盘美味的菜，他吩咐天2天3帮他带到营帐里。林云熙等了一会儿，慕容浩还没有回来，自己先去沐浴去了。刚刚沐浴整理好自己，就见慕容浩风风火火地进了他的营帐。王爷回来了，快来用晚膳。丫头也饿了吧？快来用膳。慕容浩夹起饭菜，第1口就感觉到今晚的饭菜和平日里不太一样。丫头，这些饭菜是你做的吧？王爷的嘴就是刁，一口就能吃出来。怎么不好好歇着，去厨房做什么？厨子现在做菜的味道也不错。王爷，好好用膳。用完膳之后，丫头和你说说话。慕容浩感觉哪里不对，平时丫头吃饭都是一边吃一边和他开心的聊天，可是今日叫他吃完了再说。丫头，有什么话现在说啊？我想明日就离开军营回去了。荣副将都回府了，我留在军营里也不方便，而且我寨子里和王爷给我的庄子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呢。明日就走？你这又是通知本王，先用膳，本王不想说这个话题。说完拿起碗筷准备继续吃饭，这些菜是丫头亲手做的，她可不想浪费对方的心血。林云熙看着慕容浩一言不发的吃饭，他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好像每次都是他想走就走，没有时间和他商量，确实是自己不太对。两人安静的用完了晚膳之后，慕容浩去了御房，林云熙收拾了桌子上的碗筷后，叫天三拿出去了。他在思考着要怎么和这生气的慕容浩沟通他要走的事情。他不喜欢冷战，恋爱中的冷战只会让双方的感情陷入一次又一次的误会中。想着想着，慕容浩从御房里出来，到床榻上，靠坐在床沿上，看着这几日一直在看的兵书。林云熙心想，他还愿意在自己的营帐里沐浴，应该没有生多大的气吧。他心虚的往床榻上走去，面对着他跪坐在他的双腿上。慕容浩抬眼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低下头继续看书。王爷，你还生我的气呢？慕容浩还是不理他，他要让这丫头知道做事情老是不和他商量的后果。见慕容浩继续不语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
我凌云溪的法子可不止这一个，要不我给王爷捏捏腿？王爷今日在营里当值，很累了吧？说完，他直接上手为慕容浩捏了捏大腿，又捏了捏小腿，那殷勤的样子看得慕容浩嘴角微弯。不过他还是不理人，看他怎么哄自己，让他下次长点记性。捏了好一会儿，凌云溪感觉手都捏累了，闻声撒娇：“王爷，要不要喝水啊？我给你打水。”不用。哦，有反应了，说话了。哼，继续哄。王爷，你的胡子长了，要不我为你刮刮胡子吧？说完，凌云溪手中立马就出现了一把剃须刀。饶是慕容浩见过他好几次从空气中拿东西，还是很好奇凌云溪这动作，眼神中微微透出惊讶之色。不过他还是不理他，看他怎么作妖。只见凌云溪全身上前，原先坐在他大腿处的女人，现在几乎是贴上了他的胸膛。凌云溪绝美的脸靠近他的下巴，认真仔细地看着他这几只微微长出来的胡须，上手给他轻轻地刮着。女人水灵灵的大眼睛，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，让人看了春心荡漾。再闻到她身上独有的兰花香，慕容浩想惩罚她的心都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她的欲念。凌云溪为他刮好胡子之后，看着慕容浩还是一言不发，看来这男人是真的生气了。王爷，你再不说话，我可就要冒犯你了。慕容浩继续沉默，手指微微一颤，但是他忍住了，看着他继续作。凌云溪一直玩各种花样，慕容浩早就不生气了，他很满意这女人撩拨他的各种手段，他沉醉其中。凌云溪此时手上也多了一把玉梳，他温柔地为他梳理发丝。王爷，我为你梳头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这男人可算是说了第二句话，我算是赢了。凌云溪放下梳子，此刻目光灼灼地看着他。王爷，王爷，你可真能够忍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。慕容浩此时心脏剧烈的跳动，他都能够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。凌云溪继续拉他的阴领，这次亲了他的鼻尖，还是不理。凌云溪继续，这次他亲他的耳垂，还是不理，那他就再继续亲他的喉结，就是不亲他的唇。慕容浩心中的那团火早就已经熊熊燃烧，他能够忍到现在，也是他这25年来的定力所致了。慕容浩继续忍耐，凌云溪也是继续。他褪去了慕容浩的中衣和里衣，看到他胸膛上的各种伤疤，看到他这些伤疤时，凌云溪的心微微震颤，他很心疼这个男人。只见他低下头，轻轻地亲吻他身上一条条的伤疤，一直往下。慕容浩感受到一丝丝暖流起来，欲念之火已经烧到了他的头顶。只见他双手上扶起亲在他腹部的凌云溪，猩红的双眼看了他一眼后，双唇附上了他心心念念的唇瓣。慕容浩喜欢这唇瓣，有他的。王爷，你还生我的气吗？本王早就不生气了，想看你如何撩拨本王。是王爷好坏。不坏你不长记性，以后想去哪里先和本王商量，不能只是通知。我知道了。这次确实是我想走就要走，没有和王爷提前商量。不过王爷，明日能让我走吗？本王不让你走，你会不开心的。想回去就回去吧。王爷真好。怎么那么急啊？在军营多待几日，陪本王不好吗？王爷，其实丫头心里知道，我要嫁给你应该会很难。是会有些困难，本王也在想办法。丫头你不用管这事儿。我也要为自己做点什么才可以。我知道王爷身边不是皇亲国戚，就是世家大族，我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要嫁给王爷，真就如登天一样难。所以呢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。其实丫头不需要那么辛苦的，本王会护你。王爷，你护得了我一时，护不了一世，丫头要自己强大。好，丫头想做什么就尽管去做吧，但是本王会护你一世。记住，你有本王这个靠山在。多谢王爷，王爷真好。知道就好，以后少气本王就行。我尽量，毕竟2个人在一起，需要磨合的地方还很多。丫头的东西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，明儿一早我就出发。林云溪笑着，但心有不舍。明日叫天2天3备马车送你回去，这次应该要很久才能再见到我的丫头了。不会太久的，容夫家好了，王爷不就可以离开军营了吗？至少需要1个月吧。也才1个月嘛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才1个月？你是多不想见本王呀？不是，我可